不是为什么这两边不能挂链呢？地球的话，因为前2天它违规了，然后商家那边的话，直接就是通过地球线去卖，不能通过那个组装。好吧，大家现在你们只能到我的首页粉丝群哈，到我的首页粉丝群，上不了现在。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早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啊。然后呢，想要了解曲曲的新书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来回复你们。这边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在各个平台发的信息啊，然后呢发的通知、发的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把这个事儿置顶一下，都在各个平台都置顶一下。签名版，我们是在社群里发的，但是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目前应该也可以买到，因为还没有，我们在社群里是限时发售了4个小时，然后那个时间结束以后，我们就是公开的，公开再发了，没有换酒店，是换了一个房间，因为之前那个房间比较小，然后换了一个大一点的房间。大家好，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稍等一下啊，我们马上准备开始连麦，稍等一下。这2天不是在过生日吗？所以我们很开心。这几天我们闺蜜圈的小姐妹有20多个都在这里陪我过生日，所以这几天非常高兴，每天都非常高兴。然后大家一起上了这个10点半的课，也是非常之羞羞。来，我们来开始连麦吧。关于那个我的新书《你就是光》，大家可以到我的首页粉丝群啊，可以到我的首页粉丝群了解，好不好？目前现在你们应该买的都是正版，但是你们知道我的东西吧，可能过一段时间这个盗版可能就会比较猖獗，所以呢，大家就是尽早，好不好？尽早啊，你们懂的。我呀，凭一己之力养活了一大帮卖盗版的。来，你的都收到了，有人都收到了，我自己的都还没收到哎，我都还没收到。我们今天给闺蜜圈的小伙伴也是已经到货了的。那我有吗？有。那你为什么不拿给我？听到我说话吗？哎，可以。你好，哎，你说。我是从曲曲最开始入驻小红书发布不要说平台名字啊，不要说平台的名字。你也非常崇拜你。你听得到我说话吗？可以听到，我能听到。不要说平台名字啊。好，你说，然后我想咨询的是普通婚恋关系。我的基本盘是29周岁，1线城市体制内，年入15个 W， 然后硕士，身高167，外貌的话7.5到8吧，评分可能不太准确，大概就是从小到大走到哪儿都被夸漂亮，然后公认的美女的那种。然后我的性格很好，父母是体制内普通员工，普通家庭。然后我的男嘉宾是32周岁，1线城市某央某企，年入20个 W 出头，然后硕士，身高划重点，身高168.5，外貌5分上下，然后父母是体制内普通员工，普通家庭，家乡在偏远地区省会城市，买房后有贷款，家里几乎就没有什么存款了。然后我俩都是刚从偏远地区来1线城市1年，他是跨专业跨行业，5年内通过读研和考试，工资从4000到20个 W 出头。然后我们认识4年，在一起1年多。带男朋友见了家长，家里人都非常不满意，因为这个事情跟妈妈关系变得
很僵，然后他认为身高长相不行，家庭条件也一般，身边的朋友也觉得可惜了，就大部分人看了以后都是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找他的这种状态。然后我因为之前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然后就觉得我觉得他是个潜力股吧，然后看中他聪明、头脑灵活、情商高，他的沟通能力非常非常强，然后与人链接关系的能力也很强，爱学习，他喜欢跟各种厉害的人聊天，学习他们的思维，然后也非常上进，行动力也很强。比如说他可以上班为了考证，每天学到半夜1、2点钟，空闲的时间就是在链接资源，然后维护人脉，然后也非常能吃苦，遇到各种困难都是积极主动解决，从不可能中寻找可能。然后他能弥补我在发展中的短板，因为我也是有事业心的那种，他也很喜欢我，对我也很好，像责任心啊、担当啊这些一个好男人应该具备的品质他都具备，他的家人也是朴实和善良的。我的问题是，第一个，我是应该选择他继续推进婚姻，还是应该去寻找就是大众普遍意义上所认为的条件更好的？因为我面对身边清一色的各种评论，或者是那种无法理解的状态，然后再加上看到身边朋友的什么外貌、家庭都不错，然后我就有点自我怀疑了，是我的选择真的很傻吗？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我问一下，你刚刚说从月入4000到20个 W，20个 W 是月入吗？年入。你看，你给这男的上滤镜都上成啥样了啊？你说他是个潜力股，怎么这好那好，这考虑完善，那怎么着？哎呀，虽然长得不好看，虽然个子矮，但是他是个潜力股。然后你说到人家的收入，说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他的4000的工资到了20个 W， 有你这么上滤镜的吗？那4000是一个月，20个 W 是一年，有你怎么上滤镜的吗？对，就是从年入你可能4万吧到年入你看，姑娘，你讲的所有的东西里边啊，只有这个东西是事实，其他的东西都叫滤镜。收入、长相、身高这些东西叫做事实依据，其他所有的什么他是潜力股，他很上进，他特别的完美，这好那怎么好，那些东西啊，都是现在就是你自己自个儿洗脑洗出来的。有什么事实依据证实你说的话呢？就是他的行动，我是每天都可以看到的。那个行动证明什么呢？你觉得1年20个 W 能证明他的行动是有效的吗？我不知道，在我的世界里，我就觉得他能从之前那样走到现在也还算。他多大了？32岁。32岁，在几线城市啊？刚来1线城市1年，之前一直在偏远的地区来。哎呀，你可别，你是为这男的 CPU 了呀你？啊，你是为这男的 CPU 了？这男的多少身上都得活啊，要么他没办法把你搞成个这个猪头猪脑的，说话都不带逻辑的。啊，长相、身高、收入、家境，4个象限，没有一个象限是可以的。然后你所评判的什么能力、潜力，什么人品，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你个人比较低维的一个评判标准。我们什么东西能够代表自己的认知是正确的？看结果呀，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他现在年薪20出头。对呀，结果就是已经就是一个长得不咋地的非常普通的普通男人啊，结果就是这。别的我也不说他人品不好，对吧？我也不跟你唱反调，但是你也不能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啊？那我现在应该咋办呀？你说呢？你多大了？我29周岁，30虚岁。我觉得你应该听一下你爸妈的，你这个认知啊，确实也不咋地。我觉得你可以听一听你爸妈的，好不好？那我再去，我又很担心，如果分手了，然后再去找你说30多，就是眼瞅着30。但是你的要求是真不高啊，你的要求是真不高啊。就是他这几个象限里头，你找其中一个象限比他水平高的，应该可以做到吧？就是可以找年入20的，
但是能不能找一个稍微帅一点的年入20的啊，或者高一点的年入20的啊，或者是也可以找个1.68米的，但是咱们能不能找一个家里条件好的1.68米的？其实你总得有一个象限真实的能拉出来吧。那就是说现在也没有办法预判他未来可能会达成什么样的成32岁了还不能预判吗？我觉得挺能判的呀，这怎么不能判了呢？32岁要说有成绩，要有点成绩了，有点成绩了。我觉得，如果按照我们对于一个男人的，普遍意义上的略微成功吧，不是说很那个，我认为他一年要达到个小几十万的年薪，但是20是不是太平庸了一点？达到个40-50。30多岁已经能证明很多东西了呀，30多岁出来的结果已经是他过去这么多年的总和了呀。我想再那个多问一句啊，就是我也不是就是滤镜，我就想打开一下我的认知，就是即便是他走了弯路，他也应该在这个年纪去达到您刚才说的那个，要不然也有点基础呀，有点积累呀，明白吗？你可以现在再从零开始，但是你前面不能一点结果没有啊，1毛钱结果没有。他结果就是他靠自己的努力，然后在就是偏远地区的一线城市买了房，然后偏远地区的2线城市也买了房。他那2套房子价值多少？加一起，100多个，哎，咋说呢？咱就是主打就是个不认同，好吧？这我也没啥好说的，主打就还是个不认同啊！就是他这个水平吧，他至少他的身高要稍微达到个1.7米，哎，就我也不要1.8米，就是1.7米，行不行？就他这个水平，我觉得1.7米行不行？我一直也没量过他，就感觉忽高忽低的，就忽高忽低，是不是你的滤镜忽重忽轻啊？啊，今天是纯欲滤镜，是吧？明天是画风滤镜，你每天都给他换滤镜啊？你属于那我这个条件，我应该找个啥样的？就是找个正常的人呐。你说的这男的都有点差的不太正常，我说实话，他绝对是低于基本水平线的。低于基本水平线了，乖，你不要你搞得跟做善事似的，这就行，那我怎么去？如果分手的话，我怎么去迈出下一步呢？随便迈，你又要求不高了。哎，你不是那种非常好高骛远、非常要攀高枝的女孩，你找对象没有那么困难。我就建议你就是找一个现在就能看到结果的人，知道吗？现在你在他身上看到了有一个明确的价值长板，且是通过数据体现的啊，不是通过你的想象体现的。就是交友软件靠谱吗？啥软件都行，反正找比这难的好的应该不是特别难。明白了。好吧，你自己下去想想吧啊，咱也不多劝，好不好？行，就是在曲看来，现在这个就是啥也不是，稀烂，啥也不是，没说稀烂，啥也不是，对吧？稀烂那是质疑到这个人品层面了，我也没说稀烂，但主打就是个啥也不是。明白了。好的，谢谢曲。好，拜拜。好，再见。他们把我的好看吗？好看吗？哇，我还以为很薄呢，也没有很薄哎，还行。作为你们的床头读物刚刚好 ，OK。那个去我们的首页粉丝群了解这个，因为今天可能还没弄好那个什么链接啥的，但是你们可以到粉丝群里面先去了解好吗？现在目前还可以有这个签字版，但是签字版比较少啊。
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想要了解男女之间的任何问题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包括想要了解我们的这个你就是光的宝宝们也是一样的啊。妈呀，我这新书刚上2天，你们那个什么还上什么盗版电子版了，你们能不能行啊？你们这卖盗版的消停会儿，消停个3天，我给你们打个商量好吧？啊，我们这个又不贵，你们就别卖盗版了，我的妈呀！我们这玩意儿本来就已经够便宜的了，你卖毛的盗版，真是！人家为的就是我这张照片买的，你们那盗版卖什么玩意儿卖？你懂不懂啊？到底真是，哎呦，真是便宜，还在卖盗版！来，下一个。这么便宜的东西有啥好卖盗版的？找点贵的东西卖一卖吧，好不好？你们的劳动力都是一样的，哎呦！来下一个，卡是吧？可能有一点的，因为酒店的 WiFi 不是很稳定，酒店的网不是特别稳定啊。Hello， 你好，你好，请问是听得到吗？哎，听得到，你说。那个尽量啊，您好，曲曲，就是现在您很久的直播，就是非常荣幸跟您连线，我非常的紧张。那我想咨询的是，就是男嘉宾他是多偶步入围城，那我想纯推进带球下一步怎么做？那简单讲一下我的基本盘，我是34岁，颜值6到7分，有拍过小广告的那一种。那学历跟职业有小光环，那收入比较一般，家庭总资产大概1500个左右。那男嘉宾呢，他的年龄是43岁。那我们双方都是未婚的，然后他是自己做生意的，资产有几个小目标以上，属于皇帝男跟伯乐男的综合，也就是他2种都有对我付出，可是他不入围城也不深，然后本身也是多偶关系。那我们已经交往2年了，前期比较多争执，现在也比较稳定。那我们的生活、家庭、工作、合作都愉快，那10点半的关系良好。那去年的时候曾经要求带球否则分手，那有成功说服过，然后可是我们试过没有带上。今年想要把握年龄，尽量在希望是年初的时候赶快有，那我也可以不入围城，可是男方目前是明确的拒绝，因为他本来就不喜欢小孩，而且觉得我们好像还交往不够久。想请问曲曲如何用女性温柔的方式推进这个诉求？谢谢。你这温柔的方式你都推了几年了，你也没推动，你还用什么温柔的方式？温柔的方式你比我会的多，就你这话一出来还用我教你咋温柔？你温柔的路子都走了几年了，这不没走通吗？怎么还非要温柔呢？因为吵架起来他比我还硬。啥意思啊？他肯定比你凶啊，是个人硬后硬，不是个人都比你凶，是个人都比你凶。你跟这不是就你已经用温柔的方式用了很久了，你现在用这种方式根本就没有效果啊。有什么意义呢？那这个男生对你付出多吗？我大概今年刚打了一个2000个米到我们的共同账户，然后意思就是我可以自由的花用，可是如果分手之后要还他剩下的。那你就现在先把这一次性花掉啊，买成你自己的东西啊！啊，那应该就没有以后了。你为什么？你怎么看不明白呢，姑娘？你34了，这男的从头到尾，他第一，他是一个，他根本上来讲，他就不想结婚，他也不想有球，这种想法，这男的多大？43，我告诉你，他大概率，他到50岁，他这个想法会发生改变。
男的什么时候他这个想法会发生改变？我告诉你啊，在他自己明确意识到自己的雄性荷尔蒙在迅速衰退阶段，他就改变了。所谓的浪子回头，他是在什么点上回头的？他是在这个点上回头的。这个人如果能给你带来经济价值，你带着他的米变成你的资产，就已经是最佳结果。这个时候，他如果怕你跑，让他再来反推这个动作是 OK 的。但是你现在，我生一个吧，还一个吧，这个一个吧，那个一个吧，他只会跟你说不要，我不要，我要自由，我要这，我要那，没有任何意义的呀。所以蛐蛐的意思是说，我就放弃这个念想，就是专心的花米就好了。我建议你把这个2000个 W 一次性花干。我建议你把这个2000个 W 一次性买成你个人资产，或者做成你个人的保险。我建议你这么干。我不是建议你好好花，慢慢花。我不是让你搞这，懂吗？我是让你一次性把这个米变成你个人的资产，再让他来找你扯皮。这是我对你的建议。对，可是蛐蛐他有设置一个，就是我们的共同账户，就是如果我花到很大，他是会一次性刷完呐，一次性干完，一次性不能给他发掘的机会，一次性干掉。理解。那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如果除了花完米之后，他不然不会跟我有其他的操作？我跟你讲，你这个男的非常清晰啊，不好意思啊，我实在坐着有点难受。这个男的非常清晰，他跟你说啊，我打到这个账户里，但是什么如果分开了没花完，你还要还给我。这种男的，第一，他也不是个大方人，他也不是一个愿意承担责任的人。他的人生还在逍遥快活当中，且可以在流连万花丛中无限的这个状态里。本质上来讲，你没有任何的不可替代价值，在他的内心当中，是他对于任何一个人也没有足量的沉没成本啊。那我理解了，好不好？好的，一次性花光，不要心软。好，知道了，谢谢蛐蛐。好吧，拜拜。啊，谢谢。你们，我用的是流量，但是还是卡。你让他们全部上这边连啊，不要在这边连了，这边他们卡死了。对，因为他这个手机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是显示4G 吧。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这个时候还是想我揉着搞，软着推，我去哄。这男的他本来一个身体素质嘛就那样，搞了1-2年还没搞上，还说啥呢？是不是？那带球带1-2年还没带上，他本来个身体素质就不咋地。你要想跟他带球，你不得让他特别配合，对吧？他能配合你吗？他本来就是个多偶，他又不想被谁束缚住，他又不想被谁约束。拿个2000个 W 放共同账户，还要搞一个什么？哎，我没花完，到时候还给我，还讲这种话，你要不就别拿，拿了就不要讲这种话，跟做个男人一点都不大气，真的是。哎呀，我要跟他带球，我要跟他这，我要跟他那，我在这听着你们这些女的，我真的是觉得蛮累，知道吧？真的。还在想，我要是把他2000个 W 花了，他就不会理我了。你放120万个心，他不仅会理你，他还会给你夺命连环 call 的理你，你信不？他还追到天涯海角，他在找你人，你信不？还什么？我花完了，他不会理我了，你放心。本来不想理你的，现在非理你不可了。追你追到天涯海角。笑死！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约连麦，或者是想了解我的新书《你就是光》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哎，我都迫不及待的想看一看了。
Hello， 你好。Hello， 你好，继续。哎，你说。那个能听到吗？可以，你说。那我直接念稿。曲曲你好，我是金贵儿学员，也是关注曲曲3年多的一个老粉，从你几千粉关注到现在。3年前无意刷到你，发现你总是能直切要害，拨云见雾，抓住问题重点，找出解决问题路径，手起刀落，干净利落地完成严谨的逻辑思维闭环。感觉你的言辞及思维表达浑厚有深度，逻辑自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知识积累储备，是网络上一众博主中最特别异于他人的一颗闪耀的珍珠。哎，第一次连麦有点紧张。妈呀，你给我说紧张了。啊？你给我说紧张了。对，没事儿，我们还没开始计时，等你把我夸完。好的。这是我在网络上第一次连麦，对，然后木秀于林，鹤立鸡群，加之平台转型，而导致你面临一些临时波浪，都是常理之中。但这些至于你，就是你的事业这片无边汪洋中泛起的小浪花，不足挂齿，咱们也不必放在心上，淡然处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敌军围困万千重。太难了，这是一句诗号，不好意思。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然不动，相信你。好，我的那个表白夸完了，可以计时了。你说吧。说一下我的基本盘和事情吧。实际上我没有什么感情问题，就是我的基本盘是985、211本 QS 前20硕，长期在超一线城市。不是大富大贵，也算就衣食无忧。我身边也有不少通过此境拿到8、9位甚至更大结果的女性朋友们，她们个个都是双商超高，颜值在线，所以我在很早前就已经把曲曲推给他们了。我实际应该是远远欣赏你或者默默关注你的类型，因为身为自知清醒的摩羯座，几乎没有感情困惑，所以我虽然有雌竞的外表，但是清醒，知道自己脾气秉性走不了雌竞的路线那类。我是学习能力和自主能力都比较强，和曲曲一样，自己工作创业也是很快拿到结果，做过销冠，长期做2级，从赚关系米到赚自己的专业米，也赚过项目米、开公司米。进入围城后就相对稳定了，属于拿到结果就要不定期躺平一阵，然后休息充电的类型。我目前做的是地亩产行业项目，因为需要为项目下一阶段做准备，所以前不久开始涉猎了那个线索类直播 CPS， 也找了相关团队运营付米学习，处于等待运营团队抽时间陪跑阶段，因为他们这个运营团队会比较忙。然后突然上一场我直播意外听到了咱们是第3位大厂出来的 CPS 小姐姐连麦，感觉就是非常意外惊喜，所以我就想通过曲曲平台引荐一下，联系一下小姐姐。我联系了咱们客服小姐姐，小姐姐人也很好，帮我问了小助理，然后小助理这边也是在积极帮我联系吧，但是相对来说小助理还是比较忙，所以说我就做了一个显眼包，连一个麦，一来对喜欢了3年的曲曲表个白，二来让曲曲和咱们团队看到我和我的小诉求。你的诉求是啥呀？你的诉求是啥？你再说一遍。就是帮我和 CPS 上一场的 CPS 小姐姐连个线，就牵个线。上一场的 CPS 的小姐姐牵个线，线索直播 CPS 类的，你说你不懂那个？我知道了。那你在直播间里，你就得让他那个啥，让他那个不小心听到你，只能这样了。我大概知道了。咱们是有你大概知道。因为咱们这边是有那个登记和那个就是有送礼物，包括登记信息这些嘛，所以说咱们实际是可以帮这个忙的。然后我今天就我的目的是希望让这个拿到结果的 CPS 小姐姐，然后帮我做直播或者带我，或者是合作，因为她已经拿到大结果了嘛，都非常感谢。然后因为网络它很近也很远，如果要近一点的话，我可能就带着厚礼登门拜访了。然后吃水不忘挖井人，曲曲如果帮我搭个线，如果能成，我肯定是懂事的宝宝。所以说不管成与不成都万分感激。
这个事儿我先跟你说一下啊，这是不能怪人小助理不是忙与不忙的问题，主要是这也不是咱业务范畴啊，主要是人家说实话，我们呢不能够私自在下面去做这些动作，因为他如果在下面做这些动作的话，他会涉及到一些利益问题，那这个东西说不清楚，所以说我们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的，什么事儿能干，什么事儿不能干，什么是属于我们的业务，什么东西不属于我们的业务，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必须合规，在我们自己的内部系统内也要合规，明白了吗？他如果去跟你撺掇这个事儿，说起来好像但是他是不是占用了我的资源？他占用我的资源做这个动作，那么这个中间是会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是有我们的业务，但是我们有我们不做的业务，明白吗？对，明白。所以我就今天连这个麦，然后顺便跟那个曲曲聊聊天嘛。就是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就在当下这个环境内哈，我个人觉得就曲曲的这个粉丝整体都是比较有才华和实力的，所以我说希望曲曲考虑一个就曲曲项目事业部。我们有闺蜜圈啊。如果说你们都有这种想法的话，你们可以等赚了米就来闺蜜圈，都赚了米就来闺蜜圈，闺蜜圈里面都可以对接，你们都可以随意对接，对不对？就是闺蜜圈实际上它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我说完，就是我把这个大概整体思路说完，您听一下哈。就是说你那个闺蜜圈实际上现在咱们目前来说人数是相对比较少的嘛，但是咱们自己的粉丝团队实际上还是比较庞大的，而且整体这个庞大的粉丝团队里面也有不少的这个，就是我们闺蜜圈有一项服务是可以帮你推30个社群的。那作为咱们这个像金贵的社群里面的这个会员，就是帮我这个牵个线，这个应该也是可以。就是咱们不是有一个30分钟的1v1的这个那个叫咨询吗？30分钟那个核销1v1的咨询，就是在群里。我想用这个来对接咱们的小助理。然后这30分钟让他配合我，帮我去我们干不了这个业务，我们干不了这个业务，明白吗？这个是你现在单方面的想法。虽然说我很感谢你，很喜欢我，很支持我，但是呢，你要明白，因为你今天连了这个麦，我要帮你做这件事儿，下次再有一个人来连麦，我是不是又得帮他做这件事儿？我帮每个人去做这件事儿的时候，他是不是要占用我们非常多的时间跟精力？对不对？我整个团队就这么大，我们整个团队就这么大，我们只能做我们自己能力范围以内的事儿。我理解，所以我后面还有那个毛遂自荐了，就是因为了解咱们，就是我跟了你大概也是3年多了，一直听，但是我基本上是那种没有感情的这个困惑，一直当故事听，就觉得你很有这个很聪明、很睿智这种啊。然后我的想法是说，就是除了这个高门槛的这个叫闺蜜圈之外，咱们可以整合一下咱们曲粉丝团的宝宝们的优秀资源，就有钱出钱，有项目出项目，有技术才华的就可以出技术才华嘛。咱们从交朋友做起，咱们就是比方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所谓低门槛的事业部小团队啊，不管是说聚捐还是项目还是提出战果，我觉得都大有可为。这样子的话，粉丝们不仅能成为我们的粉丝客户，或现在我们有很多人他们在社群里就在干这个事儿啊。我们确实有很多小姐妹，她们在社群里已经成立了很多合作了呀。对，然后我的意思是，这个就是可以把它给做到一个叫什么，就是做一个可行性报告，然后来，可能啊，我来跟你探讨一下商业方面的问题啊。我只是作为商业方面的问题，我不知道你的事业做得有多好啊。我有我自己的商业理念，我跟你可以在这个点上稍微的探讨一下。你今天是花了800上来连这个麦，我也还是非常非常负责任的去跟你聊这个话题啊。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人他赚不了所有的钱，任何的一件事儿，首先我要做它的第一件就是第一行为，第一性原理是什么？在我这里看来叫做风控。包括我们去做情感的咨询，我们去开设我们的课程，或者我们做闺蜜圈，我们以及做10点半做线下哼哈，所有的这些东西，我做的第一件事叫什么？叫风控。如果这个事情我做不了风控，如果它的风控成本特别大，那么我宁可不干，因为它后面我的影响力很大，我的流量很大，一旦我的风控没有做好，我的项目一启动，那么后面它衍生出来的问题就会无数，我就会用无数的这个后续的
这个人力成本再去擦屁股。所以说我首先做任何一个项目上线，第一件事先考虑风控。如果我有一天能解决风控问题，比如说我能解决什么？对每一个项目，对每一个人的清晰的背书、调研、滴滴，对不对？我能保证每一个来找我的人都不是骗子，你是拿着米来的，你是拿着项目来的，你的项目是真实可行的。同时我还有什么？我还有这方面的专业性的，比如说证书或者干嘛，我是一个机构，我有牌照，那么我干这个事儿，我合理合规合法，我就能干，对不对？我还能做好风控，我保证这里面的任何一个东西不受骗，不上当受骗，我能做这个。但是如果现阶段我们如果以大家是交个朋友，对不对？你们进金柜或者我们进闺蜜圈，主打叫交个朋友。交个朋友的情况下，你们有什么东西自己去联络，我不参与，我也不参与链接，我也不参与分润，我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那么这件事情于我而言没有风控风险。但是如果我要参与了，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今天要帮你链接这个万一你们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说的东西是不实的呢，对不对？我怎么去验证这件事儿？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点。其实就是网络，我理解从你的商业角度考虑啊，就是说，如果从事实，就是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其实我在网络上活动并不多，一直都是做线下。其实线下的话，等于是我们认识，然后就是可能这个朋友，哎，我给你引荐一个朋友，仅此而已，就是不带任何责任的。对的，线下很简单，为什么？因为你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多人盯着你，对不对？我们在线下做的事太多了，我们想做什么可以做什么，没人认识我无所谓。但是这个地方不一样，我们现在是公众人物，对吧？我们被那么多人盯着，今天那么多人骂我，为什么他们搞不掉我？因为我合理合规合法，这个就是重点，明白了吗？好吧，我们时间到了啊。我是金柜会员啊。我知道，我已经听到了啊。对，好，谢谢你啊。好，谢谢。好，拜拜。对，大家要知道啊，我告诉大家啊，就是任何一个人，他如果能够把他自己的商业做到一定规模，他一定不会是一个脑子非常简单的人啊。他不是靠说什么投机取巧，哎，我今天买了个币，我明天买了个什么东西，然后突然一下子哇的发了，不是这样的，而是什么？是我们一点一点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样子把规模做大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脑子是一个简单线条的东西，它一定是有非常多的卡点在这个里边的。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思维就是尽量考虑到极为完善，赚钱是后话，首先是保护自己，对吧？如果说我连保护自己都做不到，我连保护我的客户都做不到，我还谈什么赚米呢？那个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短期行为，对不对？我常常跟大家说，我们要做长期价值主义。做长期价值主义的事情，就是首先第一点是要保障我给到别人的真的是价值，而不是陷阱，这个是第一位的，对吧？虽然说来的人有很多好的，但是你也不能回避，他一定会有不好的，对吧？那么在这个里边的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你不参与，你就没有责任；你一旦参与了，你就有责任。对不对？所以呢，我虽然我有的时候我不太愿意讲商业，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主打的类目，但有的时候大家既然提到了这些问题，我也可以跟你们稍微的分享一下，好不好？因为毕竟我们做了3年了，也还不错，也还可以，所以我也愿意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跟你们稍微的分享一下。来，大家没有关注的我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说预约连麦啊，或者是想要了解我的新书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来回复你们。这边是可能有点卡，来下一个来。
你好，曲曲，哎，Hello，你好。曲曲，生日快乐。你说。好，我的情况是。Hello。哎，你好，能听到吗？哎，可以，你说。我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我的这个1号男嘉宾是35加，然后呢？哎呦，不行啊，这个是你卡吧？好像是你卡哎。这样子可以听到吧？好像是你卡，你现在是用的什么网？我 WiFi 和。你把你的网稍微调一下好吗？你把你的网稍微调一下啊，把你的网稍微调。我们现在有的宝宝已经收到了，是不是？今天我们也是今天刚刚收到这个，我们也是今天才刚刚收到的。Hello， 你好。好像是我吧？哎，对的，你好。你好，我虽然说话可能有点不是很清楚，但我主要是比较害怕被录屏啊。继续，OK， 就是其实这段时间我听你的很多的录屏，然后感觉学到了不少，就是怎么搞事业上的问题。然后今天来问一下搞事业和情感上的问题吧。说一下基本情况。第一点就是想问一下我对于自己找的对象的要求是不是准确的。女方基本盘是26岁，1.6米左右的精英女生，月入就是按换成人民的话来算的话，就是200到300万左右。月入200-300万是吧？ 2到3年翻。对，你离你的麦稍微远一点点啊。OK， 不好意思。就是年入200-300万是吧？对。好，接着说。预计每大概2到3年可以翻1倍，工作忙，做其他的项目，所以说社交活动现在基本上只参与能拓宽人脉的那种1对多的情况，觉得很累。我现在我的目标是想30岁，现在有点想30岁退休，比较会打扮，气质比较冷，给人感觉要求高，不好接近，长相不好评估。这里就是举几个例子，女生出门聚餐的话会想要地球，在比较low 一点的聚会上会被比如说1/3的男生要地球，在高档的聚会上就是别人都比在米上会好一点的话，那种一般会去跟比较有米的那种就是几十个小目标的人交流，然后但是在跟自己差不多的精英男的聚会上，基本上可能就是会有1个人会联系我，或者压根就不会。这是我的第一个情况，所以说对于自己的定位不是特别的明确。然后外在给人看的感觉的话，是自己住的是最贵的楼的那种2居室，开的是就是第1个等级的那种车，穿的是爱马仕和廉价衣服混着开。现在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对男人不太有兴趣，也不想结婚。对于为了工作和创业的人生体验的话，想在1年内找一个人，了解一下他们吧。等于说是那。我的要求是，1.75米以上，然后30出头以下，不胖不秃，收入大于是700个 W 往上，资产大于或者是资产大于7000个以上的。然后身边现在情况是有很多符合这个资产的要求，但是不符合外形要求的人。然后后来其实我也有发现自己是有遇到2边都不符合的人，但是我不是很有耐心。这个是第2个问题。所以我第1个问题是说，就是关于我的这个自我的定位，还有我对对方的要求是否是一个准确的。你不是说你对什么结婚生子没兴趣吗？对，就是说我今年如果想找一个人谈恋爱的话，像这样的一个要求。你就是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对。那你只谈恋爱，为啥要求别人什么收入700，资产7000呢？你如果只谈个恋爱，你要求这干什么呢？因为我
OK，可以这么说，就是如果我将来是要找结婚的话，我这个要求会往上面再加。所以我想现在先了解一下他们，比如说年轻的时候，比如说他们还没有那么大佬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心理，或者是通过他们去接触一下这样的人的一个圈子。首先是这样的啊，你如果说想要跟这样的人去接触的话，你首先要明白的是，别人身边是不缺女人的，你能明白这个点吗？无论他就你说的这几个指标，但凡他能到什么年入700，或者说资产7000，无论他是这两头里头的哪一头，别管他是秃还是肥还是油还是矮，不重要，只要是这两头里头占一头，他身边绝对不会缺女人，你明不明白这个点？那么你在别人这里你有什么价值呢？对，其实我也就是想要搞明白这一点。不是搞明白这点，是就是说你因为我刚刚问你了几个问题，知道吗？我为什么会问你那几个问题啊？是因为你对自己不够坦诚，就是当你对你自己都不是很坦诚的时候啊，你跟别人接触起来呢，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假，你会散发出一种这样的气质，他不是冷，他给人的感觉是不真诚。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对自己都不真诚，你自己对自己都不真诚，你说你怎么可能给别人的感觉是真诚的？就这些人，什么年入700也好，或者说是什么7000也好，这类人他本来身边就不缺女的，真诚难道不是底线吗？如果连真实的这种感觉都做不到的话，没有情感交流，那他更加不会对你感兴趣啊！他为啥对你感兴趣呢？对不对？ OK， 就是说因为我对对方本来就没有兴趣这一点，所以在接近他们的时候就显得很装，是这个意思吗？你不是本来就对对方没有兴趣，你没有兴趣你就别接触，你明白吗？你要不就是别接触，就像我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我说你不是说你不想结婚吗？你说我什么我只是谈个恋爱，我说你谈恋爱你为什么要找经济条件那么好的呢？你说那我要想未来我要结婚怎么办？就是你自己拧巴了。你如果不想，你如果看不上，你就别去，你也别搭理，你也别勒，你也别聊，你就自己搞自己的事儿。你既然又要去接触，又要跟他们聊，又要进入什么恋爱关系也好，或者说预备婚姻关系也好，那么你对别人你就得展现出你想要去吸引对方的态度，对不对？你不能说一边我又去接触，我又说我不想跟你接触，我懒得跟你接触，你这个内心世界的东西会散发出来变成你的磁场，那对方他就会感知到啊。对，这确实是一个问题。然后我其实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之前接触了很多，其实有3个就是属于这个符合这个条件的人，3个人都对我很有兴趣，因为他们反复的一直约我见面，一直约过很多次。其中有一个男生，我觉得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很难对对方产生这样的兴趣。对方是一个26岁，收入不是很高的，富3代白男，他们家的推测资产大概是在换算20个小目标吧，他自己身价可能有大概7000 W 吧。我开始其实刚接触他的时候，我以为他是个抱等大款的，因为他当时的身上的打扮让我觉得他可能是看上了我的某一些钱的条件。然后我觉得他穿的衣服特别便宜，但是后来我才发现 OK， 原来他家就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我就发现后来他其实家里是属于那种 generation， 就是那种是家族的钱的那种人。然后他见了我前几次的时候，一直有试探我是对结婚和这个孩子是怎么想的，因为他想要有一个家庭。然后我跟他接触的时候，我们出去吃的都是700往上的餐厅，确实都是他出的。但是呢，我当时是觉得在跟他接触的过程当中，因为就像我说的，他自己是个收入比较低的，然后工作不太好的人，我就觉得跟他的交流特别的没有内容，所以我后来就没搭理过他了。然后他追着我又连续了几次，我没有搭他说好吧，我看你可能就是没有看上我，所以他就没有再联系了。然后我后来是有看到说他有带着女生去，其实是去了比较好的地方去度假的。那我在这个问题中就是说，这个人其实他是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的，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对他展现出那种
很积极的态度。这个就是我自己就纠结的一个点，就在于说我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姿态。如果我今天的目标就是要做到这样的事情，跟这样的人交往的话，我该怎么样让自己没有那么的拧巴？放低姿态，你不要想什么心不心态的，你就想想你的动作吧。放低姿态，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个就是我的建议。因为很多时候你们是在透过现象去评判一个人的实力，后来为什么你开始反思了，是因为你发现他在别的地方展现出来你没有预期到的实力，然后你才觉得哎呀我不该错过，哎呀我不该怎么样，是这样的呀。就是你在跟他接触的时候，你当时就是不可一世嘛，本质上就是这个呀。所以我们的方法是对待任何的人，我们都是一视同仁的友好，一视同仁的散发我们自己的善意好感，这样然后让所有的男的都很想都喜欢你，都一直喜欢你，然后我再去做挑选，是这个逻辑。当你前面特别的想要一眼看透别人的背景，一眼看透别人的什么所谓的消费水准或这个那个的时候，你也会误判的，对不对？哦，你觉得他穿的朴素，他可能就没钱。你们这样一误判了之后，你很容易打脸，很容易后悔。你一看到他对别人好，有钱了，买车了，买豪宅了，你又后悔了，对吧？其实是就是我在刚才接触他的时候就知道他家里有钱，但是我又觉得没有那个米没有体现在你身上啊，没有体现到你身上啊，对啊，还是有点势力了，你说呢 ？OK， 那怎么样可以就具体从方法论上怎么样可以开始？你有学过金贵的关系吗？变得更有耐心一点。你学过金贵的关系吗？有啊。你学了以后，你没有点感知吗？其实那里头的东西我都有用上。我觉得你没有，你一开口就是会给人的感觉就是你自视很高，但是你可能会低估对方。这是你给我的感受。还是要动作上，我觉得你要把姿态放下来，真诚一点去跟别人交流。如果不喜欢，就干脆别去，去了你但凡去了，那么表现一些的热情也好啊，善意也好，这个东西应该就是你的责任跟义务。好吧，好吧，好，拜拜。很多姑娘都理解不了这个点。我告诉你们，我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很多姑娘，她出去跟男孩子接触的时候呢，她会犯一个大病。什么大病呢？就是男的但凡跟她聊啊，什么，你对于婚姻，你想不想结婚啊？你想不想怎么样啊？很多女孩子呢，她会犯个什么病啊？她一上来，就会用特别慎重的这个眼光去审视对方，就会导致她会说什么呢？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没有想好的，我现在也不着急结婚的，我也不怎么样。其实他内心不是这么想的，他内心想的是，如果遇到一个条件好的，我肯定要拿下。这个是他内心世界的发言。但是呢，因为他面前这个人吧，他还没看清楚，他还没看懂，所以说呢，他就会往后退，知道吧？他所有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他就往后退。这我不想的，那我不想的，我也不想结婚的，我也不想怎么样。他试图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体现自己的高级性，想通过这种方式显得自己是有身价的，显得自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不着急的，对吧？然后呢，结果发现那个男的就掉头走了。然后掉头走了以后，他时间观察长了，他发现，好像这男的是还不错啊。他挺好的，他挺吻合框架的，但是呢，别人跑了，他自己端上去的那个架子呢，下又下不去了。什么叫架子下不去了呢？就是他不愿意主动，知道吧？其实这种人吧，他很简单，他喜欢过你，他就能再次喜欢你。他之前不喜欢了，那是因为他发现你不喜欢他，对不对？你们指望什么呢？你们指望因为我条件好，我就可以一直屌着，然后让那个男的一直追着，捧着，直到有一天臣服于我的石榴裙下。这个都是完全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一种想象，你没有跳到
客观维度上，你没有跳到更高维的维度上去看一看市场，而不是只想着自己。你要知道市场是什么，市场就是这些男的一扔出去，马上就会被抢掉，这个就是市场，对吧？你光想着自己有什么用呢？你老觉得自己这么优秀，这好那好，你的好在别人身上做呈现了吗？对不对？你的好全部都是叫个人价值。哎，我挣得多，哎，我学历高，我怎么着？但这个东西跟别人有关系吗？别人为什么要因为你的这些所谓光环，就对你不停的追逐呢？哦，砸钱砸米砸时间，为什么？为什么别人要这么干？别人条件挺好的，别人满大街都是女的，你有什么不可替代性呢？对不对？你的价值没有作用到别人身上啊。所以人呢，不要端着，任何时候就这样，不要老是自己就还没有点什么，就自己觉得自己挺不得了的，挺那啥的，其实没必要，知道吗？真的是没有必要。我跟你们讲，你看我啊，你们看我，你们如果在现实生活中见到我，你们会发现，其实我跟直播里头是没有差别的，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我对待所有的朋友都很好，包括到现在为止。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压着自己，没有让团队都围在我周边，也没有去弄一个很大的办公室啊，去彰显我的成绩？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也是在用环境倒逼自己不要膨胀，你们知道吗？我是在用我周遭的环境，用环境的平常态倒逼我的平常心，是这样子的，我是这么在做。因为人呐，就是随着你拿到越来越多的结果，对不对啊？别人对你的褒奖，这个你很难说你一点都不飘，一点都不膨胀，很难。但是呢，你要一直往下压嘛，那自我说服的这个力量呢，其实没有那么强。人的智慧如果能达到每一个环境当中他都能自我说服的时候，这个人就已经成了大家。所以我的方法是什么？我的方法是让环境不停的约束我，让环境不停的给我显示出你就这样，哎，挺普通也没啥，不要太自己把自己当个事儿。我真的是这样的，我真的就是这样，你明白吗？包括我们平时，我昨天早上在酒店取餐，我一去啊，他们就，哎，我帮你拿什么？哎，我说坐，我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干啊，我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盘子我能端，我说碗我也能拿，我说鸡蛋我也能拿，我说不用你们给我快弄，我就自己去弄，我知道吧？我不要让大家这样捧着，然后把我那个状态就弄起来，觉得啊我挺牛逼的，没有必要，对不对？永远的保持自己的平常心，何况其实刚刚这个姑娘你很典型，就是其实你的状态是还在一个不上不下的状态里头，就没有必要真的把自己架到那个高度上面去，架上去了下来就很难了，架上去容易，真的是降下来难，知道吧？我这个网卡是不是没办法，你们担待着点吧，这我也没办法。你看这今天 WiFi 还行，它这个网卡的要死，这边这个4G 的特别卡。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群的，加个粉丝群，加了粉丝群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实现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约连麦，或者是了解我的新书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不要看电子的，要看纸质的，因为纸质的有我的照片。Hello， 你好，你好，哎，你好，曲曲，能听到了吧？哎，可以，你说。我的情况是这样子的，男嘉宾1号呢，他是35加，然后我们是认识的第3天确定了关系，然后认识的第1个月的时候，
他给我的，他当时我们在确定关系的时候，他就说他会陪我做我今年新做的这个创业板块嘛。然后在我们1个月的时候，给我投入了500个，然后他就从他们老家搬到了我这个创业的这个地方，我们2个一起去这个地方去推荐我这个板块，然后陆陆续续在后面2-3个月的时候又分别投入了1000，就是现在总共加起来大概是投入了2500个。然后在我们相处了大概2个月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就是已经属于生意捆绑在一起了嘛，然后我们相处到2个月左右的时候，他跟我坦白说他是没有扯快乐症的，并且就是有一个粉色。然后他跟我讲说，我们就是聊了过这个问题，他也明确表示，他们属于分居很久，但是他因为是白手起家，就是不会扯证的。就是以现在这样的生活，我们以后可以在国外去一起生活，然后也明确表示想要个球，然后我现在就属于带球状态，然后2号男嘉宾是也是在1线超1线城市，然后他是明确他是身家没有我第一个男嘉宾那么好，他只有几个小目标，但是他是那种也是创一代，就是比我的1号男嘉宾要更老实踏实一些。这个1号男嘉宾是那种控制欲很强，会管我的穿衣啊，然后交友啊这方面都会管，然后包括我跟其他异性啊，就是我跟他在一起连公狗都摸不到。这样子，然后公狗都摸不到，你是咋带的1号的球呀？啊，你这搞的高难度操作呀？你这属于不让摸公狗，但是可以搞别的男嘉宾是吧？不是，我这个球是1号男嘉宾的，就是我1号男嘉宾管我管得非常严格。然后我这个2号男嘉宾是虽然资产条件没有我1号男嘉宾那么好，但是他是明确可以跟我就是有结婚诉求的，就是给我安定的生活，但是他就不会帮助我的生意，就是他想让我安心的就是在家相夫教子这种情况。1号伯乐男，2号皇帝男，俩人这属性就不一样。是的，然后我就在想，我个人本身的意愿呢，是因为出于我1号男嘉宾的这个身家条件，我是想要这个球的。然后我是想着，我当时我1号男嘉宾相对来讲是，就之前比较爱玩，这2年稍微稳定了一点嘛，就是可能也到岁数了。然后我是想着说，如果我心里更喜欢1号男嘉宾嘛，我想着说，如果我把这个球要下来以后，我是不是可以走这个您之前讲过那叫什么来着？包装型人设，我也可以走这个路线，因为我自己通过1号男嘉宾帮我做这个事业板块，我这个财富积累的也还可以了。可以啊。但是我妈妈那边，我跟我妈妈也聊过这个问题，她觉得就是有一个2号男嘉宾这种稳定的，也不太需要我提供那么多的情绪价值，就是1号那边我要一直当舔狗，给他提供很高的情绪价值，2号这边就是他更喜欢我，然后就是我跟他相处的就是拿捏的更轻松一点，我妈妈还希望我过得轻松一点，就是希望就是说有个稳定的婚姻，他就是在父母那边比较传统一点嘛。你有什么？你现在球多大了？3个月。你3个月了，你愿意处理吗？我就是在纠结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我这个球我凭着这个球是不是能拿到更好的这个资产呀？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处理这个球，就基本意味着你跟这个男嘉宾就拜拜了，对不对？对，我1号男嘉宾是很想要这个球的，因为你这个球已经3个月了，3个月了，你去处理这个球，基本上就意味着你跟这个男嘉宾就得玩完，对吧？我们有一句话叫拿不起的选项不叫选项。所以就是我还是说把重心放在1号男嘉宾，然后走以后如果就算是分开了，走这个包装型选手。对，因为你现在已经卡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了，你压根做不出就是你压根目前迈不出这一步，你现在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啊！我把这个球一摘，我跟1号拜拜，我就去投奔2号，你做得到吗？
是的。同时这几件事同时发生，你做不做得到？这个就是点。做不到，没得说了，就没有意义。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曲，像我1号男嘉宾给我日常买东西啊，然后就是包括我生意投资都出手很大方，但是他对于我的现金转账这个方面，就是投入的比较少的。就是我想问，他是觉得我不缺呢，还是说想在这方面管控一下？因为他有时候会问我，就是说宝宝，我给你投入这么多，把你打造的这么好，你以后不会喜欢别的男孩子，跟别的男孩子在一起吧？就这种问题，我觉得他是不是在有意的不想给我太多的现金流，这样防着我，还是他觉得我不缺呀？因为我自己你要过吗？你要过吗？我跟他可能提的，我直接跟他要了个房子，然后我们现在在看。对呀，你只要能要，他只要能给，你管他这是什么？你管他这想法干什么呢？重要吗？只要你要的结果能达成，你管他咋想的呢？他咋想重要吗？那您觉得，像我们这种情况，就是他也明确表示不想扯证，就是不想扯快乐证，这种我就没有必要在这个方面就下什么功夫了呗，我们就正常该过吧，该生活。这个问题就别问我了，这个问题违背了主流核心价值观，我不能回答你，你自己琢磨。好。要不你下去1v1，好吧，让老师帮你琢磨。好，那我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您。好，拜拜。好。你看我现在直播容易吗？是不是？你们但凡是违背主流价值观的问题，不要来问我啊！不要问我，好不好？我不能为你们的命运负全责。你们都落着好了，是不是？个个什么1000个、2000个、3000个、5000个的，到我这儿全是骂的都是我。落好的都是你们，妈米都进了你们的口袋，挨骂的都是我搞不懂为啥，真是，我就是个背锅的，我天天顶在这背锅，是不是？你说上次上热搜这个事儿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在我这凡尔赛了一番，训了一下下去了，我就鼓了个掌，我鼓掌也鼓错了，我鼓掌也鼓错了，真的是，鼓掌都不行，你别说他妈出主意了，鼓掌都有问题啊。那谁听到这个故事不得笑一笑呢？不得是吧？乐呵一下，鼓个掌啥的，这不是很正常吗？鼓掌都不让鼓，现在也不知道咋了，世风日下，太难了。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想要了解我们的新书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是直播，今天是2023年10月31号，直播。来下一个来。你们喜欢我穿 T 恤是不是？那不行，那我不同意，这都只配当睡衣。我不行，我要给你们直播的时候必须得整特别华丽，知道吧？我必须得整那女王范儿得上来。这衣服都是因为我压根儿我在杭州就没带衣服，这就是个睡衣，我没带衣服过来，主要是。Hello， 你好。继续听得到吗？哎，听得到，你说。是这样的，我在漂亮国，我们在一起10年吧，有娃，然后这2天感情变得没有以前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我的工作一直不太顺利，就差点运气也差点实力吧，就转组甚至跳槽的时候总是不是很顺，然后可能后面也成功了，但是总是过程我们2个就很闹心。然后第二一个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的收入呈现了巨大的差距，他的年薪突然变得是将近我的3倍吧。
就之前都差不多的。我是传统行业中上等薪资吧，然后他的职业是漂亮国薪资较高的几个职业之一，就未来发展也很好。然后他涨薪之后就很飘，然后也很 push 我，就要求我要一起进步。然后还有一点是他提出了，就是我们可能在一起时间太长了，彼此之间失去了那个 X 吸引力。他天天健身啊，一身腱子肉，然后需求也高，然后就开始觉得10点半不和谐。我自己这边认为还行，但是因为他总是在工作上给我压力，就有的时候让我心情不好，就对10点半有点抵触嘛。然后去年他就是第一次劈叉，我发现了以后呢，他就跟我悔过，然后保证说不会再犯了，求原谅。我觉得起码还是要原谅一次嘛，我们就和好了。然后我拿到了财政大权，就是2个人的工资和存米都是归我支配的。但是前几天因为我们现在这边裁员很严重，我就被波及到了，然后他就崩溃了，就迁怒于我，就说你工作怎么总是出问题。然后我朋友和我妈就觉得他这样很不正常，因为这几年这边裁员真的蛮多，我们身边现在很多家庭也是单职工或者有种种事业上的问题，都没有人像他这样。所以在提醒下，我在被裁第4天我又查了他，我发现他又劈叉了，这次劈了2-3个月吧。然后这次他被发现之后就开始摆烂，就直接表示不会改正，要我接受，也不扯快乐证，你也都给我，但是让我别管他。然后为啥米在我手上，他天天回家，然后我还没发现呢？是因为我婆婆前2个月给了我们一笔现米，他就拿走逍遥了。现在现米我也收回来了。还有他竟然是白天出去约批，我之前真的太单纯了，我没有想过工作日还能白天出去批。半个小时就够了，连洗澡干完事儿，半个小时解决问题。我真的是惊呆，然后事后我们反复也沟通过了，就是他坚定了表示不愿意再回归正常生活，然后态度没有一丝的道歉和愧疚。我也很震惊，他就是不停的嘲笑抨击我，比如说我什么 X 冷淡呐，说我根本没能力上班呀，说要不是孩子早跟我扯快乐证啊，就是这说很过分的话。然后我就真的非常震惊，因为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我是颜值比他高很多，我家境没有他好，但是呢收入跟他不差上下，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比他多。然后他以前是对我非常好，非常暖男的那种，是那种模范老公。然后我们平时家庭矛盾也很少，比较少吧。他对家务以及孩子付出也算多。我觉得他现在赚得多，然后健身之后气质颜值也提高了，然后就开始觉得我配不上他，然后也开始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再加上这段时间约批，就导致他对我的感情在几个月内迅速归零，就不仅是感情没有爱情，就是亲情友情可能都没有了。我目前经济弱势又有孩子，所以我不愿意去扯这个快乐证，而且我从小比较渴望家庭幸福完整嘛，就想把家保住。所以我的计划就是说，第一就是赶紧提升自己，赶紧找工作；第二就是所有钱都把住，不给开口子，就让他批也去白批，起码我这边不能再花米。然后第三就是我有点犹豫但是我就想说，要不然我也不要脸了，我就还要坚持10点半，我就给他掏空。然后第4就让他注意平时情绪态度，不要纠结我的职业发展了，也别纠结鸡毛蒜皮了，总之就不要让我不爽。然后我是想的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过几年可能我比你玩的还疯，到时候扯快乐证米可能分的还更多。而且就是这边法律他目前很难跟我扯快乐证，因为有争议的扯的话可能要搞好几年，他要付我赡养米，所以我也不怕他玩大了非要跟我扯，因为他如果想扯我有办法搞他。但我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操作行不行，有没有要改善的部分。第二就是我感觉我觉得实施起来我还是很痛苦，因为他现在他在我眼里对我的伤害已经跟畜生差不多了，就劈叉就都算了，我觉得他这个态度简直就是极端冷酷自私没责任，而且他也没有很孝顺，朋友也很少，所以我觉得他人性底色不好。所以我现在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犹豫跟这种人到底还有没有保围城的必要了，要不要接触对象，考虑第2次进围城。问完了吗？完了。你在美国？不考虑来我们杭州提升一下10点半？你这么多的计划里面怎么没有这一条啊？我真的想过，但是真的我就想问一句，就你没问题是不是？你一点问题没有，别人米都给你，你不给人碰，你没问题，你没毛病。我没有，我跟你讲没有不让碰，就是今年3月之前可能1周还是2-3次，然后后面可能因为不太开心什么的，可能1周1次或者干嘛。但是
人家现在不身体好吗？那没办法，这男的他妈身体太好了，天天健身，那咋办呢？这我就建议你稍微，是不是咱们能不能稍微调整一下？在你刚刚思考的第二个问题啊，我觉得在你自己调整完之后，你好歹调整个半年1年的，你再聊行不行？这男的有一个最大的优点，米都给你了，你说他人性底色不好，人性底色不好，人家把米都给你了，你说人性底色不好？但是他对我的这个态度，那应该啥态度呢？哎，不是，我跟你讲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不是跟你们讲了的，讲道理啊是最愚蠢的，对不对？身体的动作永远是大于语言的动作的，对吧？你们真正的，比如说，当你感受到不快乐的时候，别人跟你噼里啪啦啪啦讲一大堆，就一定能让你快乐吗？不一定。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别人能够抱一抱你，你可能感觉会好很多。人家早上吵架，为什么人家说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呢？那离不开这个地点，离不开这个地理位置，对吧？是不是离不开这个地理位置？床头吵架床尾和，因为他是要用动作、用肢体去化解很多矛盾，而不是用语言、用道理去化解矛盾的。现在你已经把这件事上升到了所谓的道德品质、人性底色的层面上了。我觉得你要不往下降一降，你不如把它回归到人类本能这个层面上。哎，我考虑过给他降级，就是，所以我才说，要不然就是我还要继续就是坚持10点半给他套空嘛。我也想了说，要不然我这边你自己还是搞一搞。人家说的有道理的部分，我觉得你也应该听。他收入高了，他的精神状态，他的身体状态各方各面都在进步，你就不应该跟他一块进步吗？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呀，人家也想带你成长，你都不能成长吗？你就不能锻炼吗？你就不能改善吗？我有在健身，我身材还是很好的，但是确实这个工作的事情最近太倒霉了。你的工作跟他有啥关系呢？但是他很在意。没有，我跟你说，没有这方面的和谐的时候啊，什么东西都会被放大的，那一点事儿都看不顺眼。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好吧，别的东西他都可以不管，他就觉得哎无所谓，挺好，我养你，都这样的。对，他自己也这样讲，他本来就是的嘛。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你们呀，我本位是不是都是他的问题？他再这样，他就是上升到人品层面了。我要陪你一块骂街，对吧？我要是你那个，我要跟你闺蜜一样陪你一块骂街，你这我可能挺爽，但是没有意义，是不是没有意义？我们能不能客观一点？对，好，那我试一段时间。好吧，有机会可以来杭州啊，提升一下，毕竟也生过娃了，好不好？好，你们要是有网课，我们没有，不可能，不是，我们讲的可不是说技术方面的啊，我们讲的是功能方面的啊。好吧，好，谢谢曲曲，好，拜拜，我说不高兴，不高兴，我给你发3张性感照片，这是不是我的招？你们看啊，我给你们的招啊，永远就主打3个字：接地气，对不对？但是好不好用，你们就说好不好用吧，对吧？那些女的教你们跟那些男的相处要怎么，哎呀，跟他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语言，要打到他的心里，送礼物要送到他的心坎儿，巴不得呀，就是天天跟他2个人论道，是吧？论道，我们就很简单，我们从来不论道，对不对？要比靠撒娇，对吧？解决矛盾靠那个10点半，要想哄对方不高兴，发性感照片，这个你看我们的招多简单，大道至简，对不对？你们就问问男人是不是吃这套？你们总是把个男人想得非常高级，知道吧？把他想得非常的高级，非常的难以理解，搞得像在解方程式，没有那么复杂，真的没有那么复杂。你们除非啊找的都是些啥呢？就是找的都是些身体不咋地的，知道吧？他只能跟你2个人每天盘经论道。但凡是那个身体还行，就是说正常，
但凡他是个正常的，他就不需要，就主打就是不需要，懂了吗？一件事儿打通任督二脉，从头到脚，是不是直击心灵？那不用搞别的，搞别的干什么呢？我搞别的，我说深了，我还怕他听不懂，知道吗？你说是不是？你们谈军论道，总觉得他很高维，哎，你用一个低维的姿态去够他那个高维的那个思维，累死！我不一样，我们害怕我说的话他听不懂呢，我都不想跟他聊天，他要跟我进行灵魂沟通，我也不想跟他沟通。我觉得他的灵魂有点单薄，但我觉得他不配跟我沟通灵魂。你们能不能想通一点，对不对？把男人想简单一点，特别特别的简单，满足他的一些基本的欲望、基本的诉求，这几个叫主线核心轴，其他的那些边缘化的东西就是零零散散的，哎，顺带手搞了就完事儿，不要就是舍本逐末了，知道吗？只要不高兴了，只要不那个了，你就开始上升啊！你没有责任心，你没有道德感，你没有这个，你没有那个，就挺累。你说来说去说了那么一大堆，他心里只有你来抓我呀！你有本事你把我关进去，对不对？哎，我就不道德了，哎，我今天就劈叉了，哎，我就半个小时，我出去连洗澡带完事儿我就搞完了，怎么着？你给我把我关进去，你判我个几年，对不对？没有意义呀。女生就是这样的，你们老是个女人思维，看不懂那个男的，其实脑子里特别简单，就那么点事儿。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进粉丝牌，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约连麦啊。或者是想了解我的新书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哎，喂，你好。哎，你说。哎，能听到吗？可以，你说。啊，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我今年35岁，大学本科毕业，身高156，有点矮。但是呢，因为从小比较喜欢文学，大学中文系毕业，读的书比较多，所以呢，身边的人都说我是那种气质型的，外貌基本上能达到6分。然后我的原生家庭就是特别差，读书啊、工作啊全是靠自己的。然后目前自己个人的房产、车子、存款加起来不到100个。然后因为前些年创业投资大概亏了100多个。然后我想咨询的问题就是，对方呢比我大20岁，我们在一起13年，然后对方围内呢，他有一个蓝色的宝宝，然后跟围内的那位呢分居了10年左右。我们之间呢是有一个粉色宝宝的，今年9岁，对方资产大概一个小目标，现在年收入大概600个左右。然后就是自从我们家粉宝上学之后呢，我就全职带娃了，在省会的1线城市生活。然后男方自己在3线城市，因为他的产业全在3线城市。围内的那位和那个蓝宝呢，在超一线城市生活，他们是在超一线城市买了房的。我们现在住在省会城市，就是全职带娃。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我想要离开，我想单独带娃生活，但是呢，对方不肯，然后我提出的要求都达不到，然后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你们俩关系不好吗？我们俩关系，就10点半不好，非常的不好。我想问一下，你进入这样的关系，为什么你到现在为止，你手上什么全部零零总总加起来才100呀？你都是怎么在搞啊？这男的不给，你也不存，还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们在一起之后，就是带娃，就是那个带球之前，他都是小额的付出，然后那个带娃之后呢，然后才开始给车、给房，然后给现金啊、转账这些。然后我就感觉他人特别特别抠，因为他自己是创一代，然后就特别在乎，就是别人从他手上拿米的这种。大概我们在一起13年，大概他应该付出300个 W 吧，因为房子在3线城市，然后我们现在住的省会城市都是在郊区，房子也不值多少米。那你怎么就不能去找个班上呢？你还从这男的身上敲啥呀？你就不能去上个班啊？我现在因为带娃上学没办法上班。你把娃丢给他，让他找人带呀。他不带，你就让他放公司啊。他不带，你就到那个超一线去找他那个带，让他帮你带。你干嘛呢？这男的不能给你什么，你为什么不搞他呢？跳起来搞啊！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起跳。叫他公司去坐着呀，去他那个家里坐着呀，去他超一线家里坐着呀。他的整个家族以及他的圈子里面都是知道，而且并可认可我们存在的。我知道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大家都不舒心，明白吗？重要的是要让大家都不舒爽，你们得有人给我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要出去工作了，我这个娃没人带，现在怎么弄？谁来给我一个说法？这个事儿怎么操作？怎么搞？我不是在乎你什么公不公开，我知道你他妈早800年公开化了。像你们这种，你要是不公开化，我都不能给你出这主意。我要跟你说，你这个违反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了，知道不？你这就是因为我知道你这是公开化，他们都分居10几年了，不存在什么谁知不知道你的问题，而是要让所有的人都不舒爽的问题，明白了吗？所有的人不舒爽，必须有人出来拿方案。解决方案。我之前有一次起跳的很厉害，我就是那时候我们是在一个城市生活的，然后我把娃丢给他之后嘛，我就去另外一个城市上班，上了一段时间，然后因为他妥协了嘛，妥协之后又给我买了一套房子，然后我就又回来了之后嘛。但是现在我就感觉不知道怎么起跳了。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很简单了，这个事很简单，就是所有你知道的地址，他爸妈、他公司、他那边随便任何一个地方，咱们就轮流站岗，懂吗？轮流站岗，让所有的人都不舒爽，让所有的人都不开心，让所有人都不高兴，所有人都想他妈的快点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然后你心里得有一个价码。我现在的价码是什么呢？我现在的价码就是他在3线城市生活，我们在省会城市1线城市生活。我现在的价码就是我带着孩子在这边生活，让他每个月付10个或者5个，然后我建议你啊，一次性买断，你直接开一个500的口。如果按我的方向搞啊，你直接往大了开，懂吗？往大了开。就是今天这个事儿不弄下来，我就让你的所有的盘子就大家都停摆，都跟我停摆。我每个地方去站岗都停摆，都别搞了。你不是说他有一个小目标吗？你往500开啊，一次性买断，不要跟我谈什么每个月的他妈扯淡，真的，法律都不会保护你的，你们是没有身份的，大姐啊。然后呢？没了，还然后什么呀？但是我觉得他肯定不会答应。不重要啊，这个事儿不重要，明白吗？你每天就是出现，你每天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带着孩子逐个去敲门，逐个出现，这儿待1个月，这儿待1个月，这儿待1个月，你就干这个活，啥也不用干，懂吗？你就轮流转，直到他答应这个条件为止。要不然任何事情他去哪你跟着也可以，他到任何地方谈生意，见任何一个领导，见任何一个甲方，见任何人跟着，
带着孩子跟着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劲儿，那就别想了。什么每个月的谈都不要谈，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跟空间，因为你没筹码，没价值。他现在就是不放手，不让我走。那我要是假如的话，继续跟他生活下去的话，应该怎么办呢？那就廉价持有呗，那怎么办？你就开开心心的呗，那就开开心心的呗，咱们就那能怎么办呢？那就祝你幸福咯，那你就开心点儿，好不好？既然不能挣扎，咱们就学会闭上眼睛享受，好不好？我之前有跟他委内的那位谈过，然后他说你们俩，你是老旧坑啊！我都说了，没有任何顺向操作空间，没有任何顺向沟通余地，懂了吗？我还跟这个打个商量，谁跟你商量？你哪位？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对话？他就这么跟你说，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对话？你回什么？你告诉我，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他现在就这么跟你讲，你怎么说？你告诉我。好吧，我不知道怎么办。下去听录屏吧，好不好？不行，下去让老师1v1再跟你把我刚刚讲的话再跟你重复个30遍，好吧？每天给你重复1遍啊。就是你的意思就是使劲的起跳，不达目的不放手是吗？必须的，只有这一条路，而且绝不接受月付，只接受一次性到位。好不好？我告诉你，在我这里，所有能拿结果的人都是听话的，不听话的人都拿不到结果。说实话。不听话就是他跟我两个拧巴，他妈的今天听这个的，明天听那个的，今天跟这个跑了，明天跟那个跑了，那就没办法，好不好？我跟你们说的东西啊，那都是经过了多少万的案例，我在跟你讲的事情，懂吗？你在跟我聊的是你对那个男人的认知，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对那个男人一无所知。我们在一起生活了10多年，别跟我扯淡了，你就是认知低。你生活10多年有什么用呢？生活10多年拿他妈300万，这叫你的成果，好不好？不是不是说拿300万，就是现在剩下的就300万。别说了啊，就这样啊，能听就听，不能听就换个直播间再问问，好吧？好吧，再见。我都不知道你们来跟我连麦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说服我吗？还是为了让我安慰你呢？如果你要让我安慰你说这日子也不错，你就早点讲，别在这跟我耽误时间。我的费半天脑瓜子劲，我还冒着被关播的风险跟你这是吧？跟你这乱七八糟的关系，跟你在这处主意。结果呢，你那个要是我还跟他处怎么搞？那你就处呗，你要我怎么搞？我这祝福你呗，那我怎么搞呢？你们心不心疼我的？我每天干这活，你们就说我是不是绝对是不耽误1分钟的时间跟你给一个最好操作答案。我告诉你，你可以去1v1，我给你推荐我们团队的这个西西老师，我给你推荐他你去，他就是被我一手带出来的，走的就是你这个路子一手从一个破铜烂铁带出来的就是走你这个路子拿结果。你就我给你推荐他你去问一下好不好？让他帮你稳定心态。别人就比你牛的就牛在这个地方，他就是非常唯唯诺诺，非常胆怯，然后呢也一无所有，但是他主打就听话，我让他干什么他能做得到。他比那个外面那个要账的还牛掰，你知道吧？真的，那个要账的都比不赢他的那个坚韧。我跟你们说实话，我有的时候在跟他们出主意的时候我也在想，是挺难的，尤其是当一个人他已经唯唯诺诺了这么多年，是吧？他很难真的是做到说一个这么颠覆性的或者是这么强硬的这种状态。但是真的，我看到他们真的能把我跟他讲的每一件事儿，他能干出来。他真的到那个时候，他已经就是跟你两个人不要脸了，知道吧？
他就能干到底，我打心里的佩服，真的，我真的是打心里的佩服。然后人家确确实实就最后就拿结果啊，经过了1年的煎熬，最后就拿结果啊，对不对？你们要是做不到，那就没办法了。你看他们，哎，那你就跟他聊吧。你说，现在1个月3000，能不能给我涨成1个月5000，好不好？来，大家没有关注的话，我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实现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约连麦啊，或者是要了解我们的新书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你们都已经把自己的妈人生活成一滩烂泥了，还在那跟我往下滑往下溜，我觉得他不会给的，他好小气的，你这不是废话，这还要你告诉我，真的是你跟他商量，他当然不能给了，你跟他说好话，我求求你了，你给点吧，他能给。来下一个。下一个，温水青蛙没连我，温水青蛙没连我啊。都是被这些人骗了，刚开始被忽悠了，因为这些男的一开始都会把饼画得很漂亮，知道吧？都会说，哎，我能给你这个，我能给你那个，我以后会怎么样，我以后会怎么样，到最后屁也没有。柠檬很萌也没连我，柠檬很萌也没连我，这是直播。到最后开始给那男的说好话了，我算是听出来了，他压根也不想掰，主打还是想过，我都妈累死，我聊到后面我都不想聊了，真的。哎 ，Hello， 你好，你好，哎，琪琪你好，哎，你说，我刚才听了都有点紧张了，我都怕我上麦被骂。那还是很高兴和你连麦。我呢是生活在一个2、3线城市。我得先说一下哈，我就是那个我朋友当中眼中的那个傻白甜。我前老公，反正还有男朋友都觉得我是傻白甜。那我今年是35岁，上54年也待了4年。我现在是跟我公婆一起带一个男娃，孩子8岁了。我的长相呢是比实际年龄要小，25到28岁之间的感觉，那是大专文凭。我在我前夫在世的时候给孩子投了一个50万的保险金，我们呢有2套房子，我自己有一辆宝马迷你。然后丧偶后呢，我大概在家里有消沉了，已经调整了1年左右。后面我去上班，然后上班是5000块钱的收入。对，今年呢我就做了抖音，在8月份的时候。不要说平台名字啊。不要说平台名字。不好意思，这个编辑的时候忘了。那个现在认识的现在男嘉宾，他比我大2岁，10年前呢他扯了那个快乐证，没有娃，他有自己的公司，这个我有查到。但是他当时因为在那个平台上嘛，他不知道我的真实情况，在私下里聊的时候，他有说要告诉我他的一个资产，然后后面就知道我的真实情况之后就没再提了。这个事情我就自己放在心里了，我知道他有防备心，但是我笃定他是有的。然后在我们9月份9月份在一起之后，他连给我米家买东西，就是奢侈品这些东西，大概给了我20多个。然后呢，他就是有承诺说要给我买车，以及说在我家附近，为了方便以后照顾孩子，给我买一套房子。所以现在我是想推进买车、买房，以及说我想让他每个月固定给我或者一次性给我米。说完了。你们在一起了吗？已经在一起了。在一起多久啦？
我想一下，1个多月吧。在一起1个多月。这个20多个 W 是在一起之前花的，还是在一起之后花的？在一起之后。那么你们现在关系处的怎么样？挺好的，然后就是有一点点小 bug，一点小 bug 是因为跟我当时做抖音有关系。哎，不要说平台名字，注意一下啊。不好意思，因为当时在那个平台，然后就是维系嘛，然后呢有那么一点点的，就是让他感觉不舒服。后面他就因为这个事情，我也就不再继续做那个工作了。不再继续做那个工作了。你原来做那个工作1个月能收入多少呢？也就是几个 W 吧。你刚开始的时候不太好，就是慢慢有点好，两三个。我想再确认一下，你是娱乐主播吗？对，是娱乐聊天主播。那你这一步棋首先就走得很稀巴烂呐，你这一步棋就走稀烂了。对，是的。你不应该这样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你只能看天收了。说实话啊，你只能看天收。我是建议你最好还是回去直播，因为他给予你的付出不足以让你放弃直播。他高不高兴其实都不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每天辅导的主播非常多，走这一步的没有一个是走的对的。因为所有的主播到我们这儿，我都会评估这个问题。绝大部分的，因为一个男的短暂性的付出，放弃了这个职业的，到最后这个男的都是短则。绝大部分。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就想把那个他说的那些东西，你们不是你的思路不对，小姐，你的思路倒了，明白吗？你的思路倒挂了。你越是没有价值，他就越是不会付出。你越想强逼他的付出，他就越是会把这个短则的关系变得更短。是这样的。所有的付出是来源于什么？是来源于你的价值。你原来我不是说让一个人持续的高额付出是3个条件，3选1，然后另外2个不能没有，你知道是什么吗？不知道。好，复习一下啊，3个事儿。第一个是叫做高光环，第2个叫做高共鸣，第3个叫做高10点半。3个点位啊，必须有1个点位是很长的，另外2个点位还不能没有，只有这样才能让一个人长期对你高额付出。长期高额2件事要并行，要这3个条件3择1，明白吗？不是靠你们想象的那些数，说哎，我怎么去薅他，我怎么去拉他给我搞，不，客观条件要达成。你想的是什么？你是被他的情绪推动了动作，懂不懂啊？你是因为他不高兴，然后我就不播了，是什么？是他的情绪推动了你的行为，但是并不是你的目标推动了你的行为。如果你的目标推动你的行为，在当时你断播的那一刻，你就会跟他说，你先给我把房子车子落实了，我就不播了，懂了吗？懂了。所以我们任何时候不要因为别人的情绪，然后就慌不择路，因为情绪施压给你的这些东西啊，它会给你造成错觉，会认为我是不是要这样，我是不是要那样。但是这个时候其实你第一时间丧失了目标感，一定是我的目标再去倒推我要做什么。那么你现在的状态是，我还是建议你该播，知道吧？然后你还是该播，他还是会不高兴。我们是这样的，我该播，你不高兴，我再来哄你。我要做我想做的事儿，为什么？因为这件事儿能够达成我的3项硬条件之一，对不对？这个是客观的。我把我这个抓住了以后，你不高兴怎么办？我再来哄你，我再来安抚你，懂吗？我在安抚你的过程当中，然后再干嘛？拉情绪价值，提诉求。这个路径才对。明白了。
那他要是说，他之前有说他想给我投一个店，让我想想我要做什么，他给我投资，这个呢 ？No， 投你呀！我你有这个能力吗？有这个能力吗？如果是我们的话，我说啊，那投了万一亏了怎么办？我还是更想要买房，要不你先给我把房子买了吧。好的，你有需要下去1v1，好吧？好的，好，拜拜。谢谢曲曲，拜拜，拜拜。3择1的条件，大家打在公屏上。我刚刚说的是哪3个条件？能够让一个人长期高额为你付出的3个条件，大家把这3个条件打在公屏上。长期跟高额2件事要同时达成，明白吗？而不是短期高额啊，不是短期高额，也不是短期低额。短期低额没有任何难度可言，好吧？没有任何难度可言。那只要他那个荷尔蒙耸动了，就可以短期低额。明白吗？我们要做有难度的事儿，怎么做？对的，高光环、高共鸣、高10点半。光环指的是什么？你能被更多的人认识，你能被更多的人看见，你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你有更高的社会价值，你能创造更多的现金流，这都叫高光环，对吧？高共鸣，高共鸣是什么？我打的最简单的一个比方就是天道，天道里头的这个王志文演的那个角色跟那个芮小丹，天道里面这个就是典型的高共鸣，就他讲的所有的东西你都能接得上，你能理解到他所有的点，你能跟他2个人在沟通层面上非常顺畅，没有任何卡点，这个就叫高共鸣。这个是最难的，这个是要实打实的积累的，实打实的沉淀的，知道吧？那不是你包装一下能包装得出来的。高光环有的时候啊，它不需要你有很多积累，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人他其实也是草根突然起来的呀，他可能是机缘的成分还挺多，知道吗？他有高，而且光环它是个相对论，就是可能对于一个小镇的这个有米的人来说，你是他们那个镇里头，直播的有50个人在线，对他来说你也是高光环，对不对？你对他看能形成降维吗？就是你的光环能对他形成降维就够了。高10点半，我是不是跟他讲了的，对吧？那是多少有东西的，是吧？这个功能性、灵活性，是吧？体验性，那方方面面的，咱就不说了，绝对是杠，是不是？前面有前面，要后面有后面，要啥有啥，主打就是要啥有啥，对吧？这个呢比较好做提升，比较好做提升，相对来说。但是如果你这3条，你发现你自己一对标自己，你发现3条我都够不着了，3条我都够不着了，那你再来问我，我有什么办法我能够让它再持续的给我下呀？我们不是神，好不好？我们不是神啊。毕竟我们主打还是要个2厢情愿，对不对？来，大家没有关注的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约连麦啊。或者是想了解我的新书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对，我的这个我们的签名版里头还有那个啥，有4张照片呢。是普通版有吗？还是只有签名版有？签名版有，普通版可能就没有。大家签名版的话是有限的，其实价格是一样的，都很便宜。但是就是签名版是有限的啊。来。下一个，
下一个，下一个。柠檬很萌，没连我。柠檬很萌，没连我。我刚刚说的是3个条件，一定要有一个很长，另外2个不能没有，听懂了吗？不是3选1，只有这一条，不是，是一条很好，另外2条还不能没有。书不好多介绍，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挂上车，我在直播间里头介绍会违规。这个深港也没连我，深港利亚也没连我。你们觉得走雌竞就那么容易，对不对？为什么那么多人被人短择啊？为什么那么多人被人白批啊？对吧？为什么那么多人只能实现短期低额付出或者短期高额付出啊？为什么？这个东西是有鄙视链的，明白吗？走雌竞的人里头，他也是讲段位的，讲层级，讲鄙视链的。Hello， 你好。听得见吗？哎，你说。喂。哎，你说。我这边听得不太清楚啊。是这样子，我跟我男朋友是。你这个麦不太行啊。然后他。现在呢？因为我现在人在医院，可能。你能不能待会儿换个地方再来连？没有太安静的地方。你这不行。现在能听得见吗？你这个不行，你换个安静的地方再连吧。啊。Hello， 哎呀，你们开视频了呢，请敞亮呀！我不知道我怎么开视频了，怎么办？没事儿，你可以对着外面。可以了。好，你说。好，继续。好，开始。哎，你好，曲曲啊。我就直接直奔主题。那我有2个诉求，第一个呢是这段关系该怎么继续，第二个呢是如何保持分居的情况下继续引导他为我付出。那基本盘是这样子的啊。那我自己呢就今年40岁，是超一线的精英行业，年入40+，长相平平，性格温柔，但是有一点躺平的基因啊。男方大我10岁加。具体资产不详，对家庭就是年入大概是100万左右，是精英行业的高管。我好怕你这个故事啊，别又给我整上热搜了，我好害怕呀！你说。我们是正常有围城关系的。那只是说就是我们有围城大概是6年吧。因为他是你打乱我了。好，我错了。那个他是对家庭投入比较高的，尤其是亲子投入是非常高的啊。那自我判断是一个单偶皇帝男。他和第一段有一个成年的粉球，那跟我扯证后对我是一见钟情，然后我当时也没什么恋爱经验，就跟他入围了6年。我们现在是扯证了3年了，分居3年多，我们有一个10岁的，有一个男球。那我们出围的原因呢，主要是对方有一个就是非常重的疑心病啊，就是无孔不入的那一种，就是我但凡有一点点擦伤啊、磕伤啊，他都会怀疑。那我的处理方式基本上以前都是冷战，那总体来说，我们的冷战的时间会比正常沟通的时间要长。那我们围城内的话呢，家庭的基本开支都是他付出的，那包括我的工作也都是他安排的。
那我呢只是负责我自己的一小部分的生活开支。那分开后，他为我付出了大概就是分开后啊，我们扯证后，他还为我付出了100个左右。付出的点位主要是给我买了房子和车子的首付款的部分。那今年就单单是今年也给我付出了大概有20加。他付出的口子主要是在对我没有什么疑心病啊，且我也愿意好好给他就是提供情绪价值啊，以及以孩子的前提下为我付出。那我目前呢是因为有房贷压力比较大，而且我和他相处也还不错，就是在没有就是疑心的情况下相处也还不错，他就会很开心的给我就是转米呀什么的。但是我还是因为前面的阴影太大，我有点不太愿意。那就是他也不是那种很愿意接受惩罚的那种，他自始至终都觉得自己是没有错的那一种啊。那所以我的诉求就是这些。那这个关系该怎么继续？那如何在保持分居的情况下继续？因为我们目前双方都是没有其他的人选的。不是，你现在不是操作的这个男的就是在付出吗？那你还有啥问题啊？你这男的现在本来就在付出啊。但是我有的时候我又不是那种很愿意的提供，我不愿意他就是跟我住在一起，我也不愿意给他就是继续的保持那么好的。那你想的倒挺美啊，你啥也不想给呗，啥也不想给，光要，啥也不给，你也没爱我，你也没碰我，你也别管我，你总而言之就是得给米啊。这个逻辑，你们做经济行业的人都是这种逻辑吗？你这来问我，你这还不如去庙里头问呢。这样吗？那要不然呢？你是不是主打就啥也不想给？有点这个意思。对呀，你可不就是啥也不想给吗？对不对？他对孩子的亲自投入大，那你现在只剩一条路了，你带孩子，他带孩子呀。他的监护权是我，但基本上他带的多，他的就是费用都是他出。哎，那你还说个鬼？那你真是分批不出啊！主打陪伴都不想主打，真是。娃你也不管，娃都是他在管，你连口子都没有。你除了你自己这个人，你还有啥呀？啊？你看人家都说你是大 S 了。但他就是那种我架不住啊，就是那个和陌生人说话里面的场景，他除了不动手基本上都有。哎，是的，我都理解，好不好？我也知道你痛苦，咱们就是说，既然这么痛苦，就不要别人的钱了，好不好？换个别人要，找个别人要。我看你也有点特异功能在身上的，要不然这男的怎么这么恋爱脑呢？你在这找个别的嘛，对不对？找几个别的男的看看有没有也同样大方但是没有疑心病的男的嘛。是不是要主动的去提供给他吸引？那就是还是我需要主动的多提供一些情绪价值这些吗？哎呀，想要就得给，对不对？想要就得给，对吧？你看那小飞哥那么恋爱脑的人，他到最后那还是签了协议的，他协议他都想撕毁，对不对？他付出到一定程度，他为什么付出？他付出的理由是因为他想挽回嘛，对吧？这是不是我已经分析过他们这个案子了？他为什么付出？他付出的核心理由是在于他以为他可以挽回，他以为还可以在一起，这个是他付出的理由啊。如果你让他的这个梦破碎，他就不会再付出了呀。那你要让他一直有这个梦想，那你不是得一直悬着单身，又不能跟别人，还得给他那个什么情绪价值这个那个，那你还不如复婚的。那你整这一出干啥呢？我大概明白了。咱也别做梦，好不好？好的，谢谢曲曲。好，拜拜。拜拜。哎，你们这些女的呀，有的时候真是没办
办法吧，你们那没整，啥都想要，主打就是啥都想要，啥都不想给。你们真是人间 PMA 大师，属于是，知道吧？我看好几个女的都这样的嘞，我看好几个女的都是这样的，天天 PMA 那些男的，跟人家就是说什么，哎，又不让人谈恋爱，哎，跟人家说外面的女的都很坏，这个那个的，完了自己又不跟人谈，完了以后还美其名曰说我是在保护你，说你现在就好好挣米啊，什么好好挣米，然后呢，我带我一起，我们一起挣米，我们一起过那个坚定的成为并肩作战的战友。完了以后，你也别跟别的女的好，耽误你功夫，那些女的都来骗你来了。我真是，我看到他们的操作，我都惊了，一个比一个厉害，一个比一个牛，主打就是啥也不给，啥都想要，你知道吧？这个都不吻合我们的这个发心底层建设。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把所有东西还是建立在一个共赢跟互惠互利的这个基础上，好不好？双赢跟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这样的话，你们不是才能够把磁场跟能量做大吗？对不对？让彼此的这个磁场跟能量越来越强嘛。一味的索取，这个我一直是不支持的，我一向是不支持一味的索取的。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实现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 EV 或者是约连麦，或者是想要了解我们的新书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但我说真心话啊，我看到的所有的走这种单向索取路径的女生，都只能拿到小结果。我看到的，所以为什么我不会这样做？倒也不是说真的说我们把自己供的有多高，道德感说的有多强，或者怎么样。我为什么会一直说发心要正？为什么？是因为在我的视野所及之处，我看到的是发心正的人拿到了更大的结果，或者说他讲求共赢跟互惠互利的人拿到了更大的结果。虽然说有一部分只索取的人他也拿到了结果，但是他拿的结果相对较小。我是因为看到的是这个结果，然后才说啊，我们的发心要正，对吧？我们要互惠互利，我们要合作共赢，我才会讲这个话的，并不是因为啊我的道德感，我的什么东西约束了我让我说这个话，并不是。真的，我们从来都不会把自己说的好像多么的啊，多么的牛掰，哎呀，我多么的大爱，并不是，我还是在结果导向。我之所以去告诉大家发心正，也是在结果导向。我看了那么多的案例里头，我认为最终让我看得上的那些人，他们所拿到结果的那些人，其实倒推他们动作会发现，他们的发心都是很正的，而且他们都是一直在讲求互惠互利的。所有的索取之前，他都在想我能为对方提供什么，然后他再把这个盘子不断做大，把这个蛋糕不断做大，这个是我看到的。来下一个，很卡看不了，咋办呢？我现在调不了 WiFi 呀，调 WiFi 就要黑屏了。来下一个来。Hello， 我听不到，你退出了吗 ？Hello，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你说，在和你连麦前看过一遍你的 class，我今天是想咨询正常恋爱关系，想请曲曲帮我看看这个男生合不合适。我是23岁，国内 Top 2本科，现在在美丽国读研，现在在北京就是普通家庭，但是衣食无忧。然后男嘉宾今年27岁，在美国美丽国读的本硕，家在南方一个2、3线城市，对方家里父母是白手起家，就小时候家里日子过得可能比较苦，现在大概是算资产，可能产业资产大概有2个小目标左右，都是固定资产。他准备毕业就回国之后在上海定居，我们认识有3个星期，他特别粘人，然后这个消
耗了我比较多的时间。他性格比较自大，然后强势，但是对我就是没有什么主动的付出。在我提过想要小礼物之后，他也去买了，就是可能在他买他穿的大牌衣服的时候，也会给我带2件这样。然后他说，就是以前都是女生主动扑的他，所以他不会追女生。以上是他的个人情况。然后在我们相处过程中，他知道我是原厂设定之后，就一直想说要娶我，然后元旦的时候带我去见他的父母。然后虽然他说他们家主要是他母亲做主，他母亲就比较喜欢学历高的，然后但是他父亲可能想让他找比较有米的，他也把我介绍给他身边的朋友，就朋友可能都认识我了，然后把我的照片和情况告诉他父母。但是我不知道他父母过多对我的评价，他传递给我的信息就是说觉得我很乖。目前他一直想和我发生10点半的关系，然后我觉得太快了，就有点没做好心准备，不知道怎么应对，怎么拉长一些相处时间，然后也不知道要不要元旦去他们家。就感觉他有点大男子主义，一会儿不回微信就说我在和别的男生聊天啥的，然后感觉有点累。就是我一般都就是把微信静音，然后做自己的事情。说完了吗？这就是我现在一个情况，说完了。这个男的你知道是啥吗？他是我们食物链的底端。我们对于男人的对于亲密关系当中要进入亲密关系的男人的评判标准，他是食物链的底端，就是抠搜的大男子主义。就是我们能接受大男子主义，但是我们要大方的大男子主义。我们能接受抠搜的，但是我们要抠搜的人极会提供情绪价值，有服务意识。他是抠搜的大男子主义。就这2件事儿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的时候，这个人在我们看来就是食物链的最底层。这样子，他这个就叫既要又要，既要又要啊。我不知道这个和他就是现在没有就工作没有赚钱有没有关系，还是说他给自己能买大牌，他不工作不赚钱，他为什么要买大牌呢？他为什么不省吃俭用呢？他你还帮他找理由？如果你要管控我们说什么啊？我们经常我不知道啊，你看过《金贵的关系》吗？我看过。你好好看了吗？刷的有点快。你们这看了个啥呀？皮毛都没看着呢，这属于是再重新下去好好学习啊，一个字都别漏，好好学习。我告诉你，就是男人是这样的啊，我们对于男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框架。你还是一个原厂设置，所以很多东西呢，你不懂不明白是正常的，但是你不要被男人带节奏，知道吗？我要什么样的很重要，我在这段关系当中的需求是什么很重要。你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你就没有资格给我提要求。我常常讲一句话，就是所有的权益都是需要付费来开 VIP 权限的，懂吗？在下沉市场里头，在很穷的这种家庭里头，我都是鼓励女生当母老虎的，你们知道吗？我都是鼓励女的让男的把财政大权一上交，女的在家里就是一个人说了算，我都鼓励这样。为什么？因为她的经济基础太薄弱了。女人在外面选没米的男人，她的选择权太广，所以说她不需要那么听话，给情绪价值，做小伏低，没有太大的意义。如果你要开我的权限，什么叫开我的权限？你刚刚说的电话要秒接呀，我要每天给你报备，我要干嘛呀？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受控呀，我要温柔呀，我要懂事啊，我要体贴，这些事儿全都是需要我去压抑自己、牺牲自己才能做到的，对不对？所有的压抑自己、牺牲自己，为了满足你的愿望的，这个都叫付费权益。付费权益就要付费开通，懂吗？就付一个费开一个权益，付一个费开一个权益。你没付费付够，那你在我这就没有话语权。你听话，你能给我情绪价值，你什么都能满足我的想法，我在考虑跟不跟你好呢？这样子。好的，
那我可能就元旦也不用跟他回他那家那边。我觉得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好不好？好的，谢谢曲曲。好，这以上就是我的问题了，拜拜。我说的对不对？觉得我说的对的吧？说的对，打在公屏上，鼓个掌，是不是的？我说的有毛病吗？我说的有毛病吗？为什么很多男人他们的反对情绪那么严重？为什么？因为收入特别低的男人，他本来找对象是不是特别困难？是不是？在收入低的人群里边，谁是买方市场？谁是卖方市场？谁有择偶的选择权、话语权？是不是女人？收入层级没上来的时候，女人的选择权无比之大呀，对吧？因为收入低，你们知道，本来在国内男人的数量为什么多于女人？为什么大家在一线城市感觉女的比男的多？因为只有有钱的男的他才需要被追逐，他这个男的他的收入层级没上来的时候，他在底下的时候他就没有什么选择权。他们为什么要砸锅卖铁的娶老婆？对不对？是因为他不这么干，他娶不着，他很难找嘛，明白吗？所以说，如果大家他本身他的收入对标，你们在完全是可以有话语权的，为什么不可以有话语权呢？对不对？反正想找老婆的人多的是。你们没看那个，就是他们村里的，我看有的时候我会刷到一些搞笑的短剧，就是那些讲村里的那些媒婆啥的，给人介绍是吧？那个男的要是年龄稍微大一点了，老大男的那种啊，他们恨不得要去找人家，又是带孩子的，又是干嘛的，对不对？人家还不一定看得中，人家是不是还不一定看得中，对吧？这个选择权不一样了呀。为什么我们在对于男性市场，我们想要去给情绪价值最小扶梯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一线城市，我们收入高，男的我还要向上择偶，我要那个男的收入高，我要的都是妈年薪100万的往上的，我要找这种男的的时候，我的难度自然而然会加大嘛，竞争会变大嘛，对吧？但是这个男的如果他的米不能花在我身上，那对我来说又有什么意义？你跟那个下沉的男的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我要找所谓的向上择偶，我要找有物质支撑的男人，是因为我要获得更优渥的生活，我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你的这个物质利好，对吧？我就刚看你一个人孔雀开屏，你当个孔雀男，你在那摇尾巴，然后屁的跟我没关系，我在旁边跟他妈个丑小鸭似的站那儿，我找你这男的干什么？我给自己添不痛快，是不是？所以我说了的，用抠搜的大男子主义，那就是最底层。这个跟有没有钱没关系，明白吗？跟有没有没关系。他如果是抠的，不愿意付出的，他还搞个大男子主义，他就把最差、最恶劣因素在他身上做集结了，对不对？他不是既要又要是什么？真的想不通，这属于是男的里面想的不通透的人。对不对？是不是男的里面想的不通透的？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想了解我们的新书啊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来。下一个，哎呦，吓我一跳。大刘咋了？说大刘没给甘比分遗产是吧？说明大刘脑子还没糊，说明大刘脑子还没糊啊。
说明甘比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甘比露尾巴露早了，狐狸尾巴露早了，属于是没有忍到最后1分钟。柠檬很萌，没有连我呀。把书印在衣服上就不用举着了，我觉得你们说的有道理，但是我总不能场场都穿一件衣服吧。那你们很快就会对我没有新鲜感的，女人都是很善变的，我知道。我要每天都打扮的花里胡哨的，每天都不一样，才能博得你们的欢心。你们现在说的好听啊，穿什么都喜欢你，穿什么都喜欢你，你们就跟那些男人说，你没钱了我养你是一样的，一个德行。谁不知道谁呀？真的是。Hello， 你好。你好，是对。哎，你说。就是我是你们金龟的会员。是这样子，我是跟我的前男友都是因为彼此出的围城，然后他大我14岁，我今年35，能听得见吗？你说。Hello。然后我的基本盘是，能听得见吗？你是不是有点延迟啊？声音。我的。是的，是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是特别卡。那你先下去一下，他好像有点延迟，你最好跟他们都联系一下，让他们都到这边来连，那边实在是网有点不好，因为这是5G， 这是4G， 不知道为啥。这还是个15，这是新搞的15，是吧？15不知道为啥是个4G 啊。你们也别相信你们那些男朋友说，哎，你素颜我就喜欢，哎，你每天穿朴素我喜欢，你不用打扮什么，千万别信这个话，知道吗？他现在也不知道，等你真的每天素了，他就不喜欢了。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以为他喜欢，等你真的每一天都特别素啊，一点都不打扮干嘛的时候，他就不喜欢了。他那个时候他才知道他不喜欢了。你们都不了解自己。我那个我的那个销售给我送了今年的生日礼物，他给我送了一个那个华为的那个最新的 X5，但是我没用过那个安卓的系统，我10年前用过，我现在不敢换，你知道吗？真的人的这个习惯一旦被养成啊，真的是太可怕了。我不知道那玩意儿直播效果怎么样，我也不敢。我自己也不敢用，也不敢换，我有点纠结。现在我有点纠结。真的是10年前，10年都没有用过安卓系统了，这个习惯养成了，挺吓人的。Hello， 你好。Hello， 你好，你好。哎呀，这加油小美说话。哦，来了。哎，你好。不好意思，我要变个音。你好，哎，你说。就是那个，我先表白一下，我特别喜欢你，因为我的基本盘是今年31，然后但我的原生家庭很差，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变声器能不能把混响关了？你这个变声器可以关混响吗？我已经关掉了。好吧，那您接着说。那您接着说。
我在超一线城市有200万200W， 然后离婚协议有一个400W 的房，但是还没过户，因为有一点纠纷嘛。然后一个车是300W， 总款差不多100。但是我前夫是对我比较百依百顺的那种，就是他现在收入差不多平均每年50W， 他都会给我，然后也不管我的自己的生活。然后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其实遇到了很多优质的男性，但是我那会儿就是犯了您说的那些忌讳，什么站着要啊，不知道感恩啊，然后又不会给情绪价值所以就错失了。但是我特别感谢您，就是刷到您的视频以后，然后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嘛。因为我这些年其实一直在工作上没有什么最大的成就，都是靠此竞赛道。所以我就是对了，还有就后来我也找了咱们1v1的老师，然后在默默老师的帮助下，我因为遇到了一个大哥，然后取得了还算相对满意的结果。什么结果？我主要是表白您一下。一会儿再跟您说这一段，我先表白一下，就因为我看了咱们那个金贵的关系，然后我觉得您就写的这些课程，真的就是会让女性少走很多的弯路。然后我特别同意您说的那些话，就是您未来10年应该是您带着女性飞速成长、实现自我价值的10年，我特别相信。我觉得如果20岁遇到您的话，我真的能跨越好几个阶级了，真的是我的情商太低了。然后默默老师说您最近也会就收到一些质疑啊，我今天连麦就是想告诉您，无论在哪个方面，您的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无价之宝，而且您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和人性的认知都是超前的。我特别想见见您，就如果以后有机会您来这个超一线城市办那个粉丝见面会，我一定要去。别说这些，拿了结果咋不来参加今年生日会呀？说这些跟我画饼呢你们？没有，就因为我现在就是生完娃以后就刚刚打开圈子，我又回到 YC 了。然后呢，但是因为我去的次数比较少，可能大概去了5-6次，然后认识现在这个大哥，他是一个苹果。然后默默老师说他可能属于皇帝男嘛，就是比较喜欢查岗，但是他前期复制意愿不是很强。然后可能我给的情绪价值比较好，再加上10点半还可以，差不多2个月。但是我是后撤拿到了20多个，也大部分是后撤拿到的。然后现在2个月20多个，你们还能找到比这更高性价比的投入产出比吗？还嫌结果拿小了呢，真的是。不是因为我看您直播间都是动不动都是大头，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有点少。那你不能跟人家比呀，是不是？目标客户他也不是一个层级啊，对不对？对，我现在遇到的这些就不是特别好的那种大佬，就还可以，就正常吧。所以我现在就是想问问您，因为他现在对我的这个要求就是管的比较多，平时占用我的时间也比较大，但是那个生活的方面他一直没有跟我仔细聊这一段。然后但是他现在暂时同意我还去 YC， 然后说的是过了年就不去了然后他会管我点。那后期我想问问，就是我怎么跟他相处啊，包括怎么要密这些。你继续1v1啊，你这个还早着呢，你这事儿。你过完年就可以不去了，那不去了，这个时候不是正巧是提条件的时候吗？弄个让他买个房子啥的。现在反正就是生活上面，那您说我就差不多1个月提一次的。不是1个月提一次，平常都可以正常处，到了他对你有要求的时间节点，你就可以提要求，懂了吗？这种时候提要求能拿的结果比较大。他现在就是因为我后撤了之后，他现在对我就不敢像之前那么闹，因为他之前情绪上总是就是跟我要安全感，然后查岗疑神疑鬼。然后我后撤了以后，他可能现在也稍微往回收了一点，就不敢那么跟我闹。对呀，就这样。对我的要，就这样先处着，也不用想什么小的那些东西，正常处情绪价值，处到他跟你说过年以后不干这个节点，直接开口就完了。明白。
然后因为我现在就是还会去 YC 嘛，然后还有一些我还想挖掘一下比较好一点的客人。然后您觉得我现在就是怎么去平衡社交和他的查岗这个关系？你这不是明着的吗？就是该舔他舔他，该哄他哄他，该说好听的话说好听的话，但是你自己该干活干活。那就如果他平时找我的话，然后如果跟别的人有冲突，我还是以他这边为主。对呀。行。好。然后就是因为我的朋友基本都是前夫那边，我现在跟前夫关系也还不错。他只是没有10点半，就是别的关系都还不错。就是他总是想，就我这个皇帝男总是想介入我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他就老想见我的这些朋友啊。你现在这个新大哥吗？对。他想见你的朋友。对。这有什么好办法？这有什么好想办法的？这有什么想办法的呀？就是说以后慢慢都会见到的，找机会嘛就好了，一句话推辞掉。然后等以后，比如他在付出加大了，我再考虑这件事儿。对呀，慢慢搞嘛，着什么急呀？不要被带节奏啊！永远不被带节奏。您就是，就是您对我的这个未来以后有没有什么指点？因为我现在也比较迷茫。我实在不知道应该走哪条路。有啥迷茫的？先把这步走完了再说。你房子都没落实呢，就开始指点，我跟你指点啥呀？你们路都是走出来的，好吧？你把房子落实了，人家大比我想给你想路，那个路是可行的路，你不用在我这想路。就如果他这边如果不行的话，我后期就还走 YC 这条路嘛？不是，总有人能用大的东西把你稳定出来，明白吗？你就不用在这里干呢，再去找别的东西啊，因为有人帮你稳定大后方，稳定你的资金链来源，你就可以做别的事儿啊。您说不用去 YC， 然后就考虑一下别的事情。对呀，手上有粮，心里不慌嘛。行，好，我知道了，谢谢琪琪。好吧，拜拜。我太喜欢你了。好，谢谢，好，拜拜。某某老师的1v1，好，波莫老师第一次被点名表扬啊。你看你们这1个月的咨询费才8K，2个月才16000，是不是？2个月20W， 你们还在哪里去搞这个性价比？还有比这个性价比更高的买卖吗？没有了吧？但是我们还是这句话啊，我们永远都只能帮80%的人拿到80%的结果，我们从来不会去承诺任何东西，不做任何东西的承诺。我们也不可能跟大家说你的任何想法都可以达成，那么扯淡的啊，那纯扯淡，好吧？我告诉你们，好多人呢，他们的预期就是莫名其妙，整个就是莫名其妙，他恨不得就是手都没拉，恨不得让别人跟他给500个 W， 你说这是不是扯淡呢？你说他一个扯淡的预期，我有可能说我好，我跟你搞，那我不成骗子了，对吧？我们永远都是帮80%人拿80%结果，无论你是走这种大佬路线的，还是你是走婚恋路线的，对吧？还是你是走什么这个雄竞赛道上想要搞人际关系路线的，都是一样的。我们只能帮80%的人拿80%结果，用一个非常非常合理的收费标准，然后给大家尽心尽力的做服务，尽量按照你们的意愿达到你们的诉求，这个就是我们能做的，好不好？我们也不是神啊，我们也不是神。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约连麦或者是想要了解我的新书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会回复你们。什么叫不带节奏？我说了，今天前面有一个连麦，我是不是已经跟那个姑娘说了，不要被一个男人的情绪推着自己做动作，一定要先想自己的目标，
来推着自己做动作，我们的动作要跟我们的目标强挂钩。你这个中间呢，就是你们老是说，哎，这个男的的情绪一上来，哎呀，我就不能这样了，我就不能那样了，我怕这样了，我就怕那样了。你这个中间就掉了一个思考环节，明白了吗？就是当对方的情绪推动你的动作的时候，你这里边少了一个思考环节，这个思考环节必须给我补上。这个思考环节就是我想要什么，我在这个关系里想要什么，你必须要把这个思考环节补上。我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再想我现阶段应该做什么。你们有的时候啊，会把对方的情绪跟你能达成的目标做挂钩，你们知道吗？你们是把对方的情绪跟你要达成的目标做挂钩了，它这个等式是等不过去的，好不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是很干的一个干货。就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们脑子里啊省了一个思考环节之后啊，你是糊的，你这个糊的会导致你一受到他的情绪，你就会觉得，哎呀，他要是有这个情绪，我是不是啊？他是不是不给我米了？对不对？你是把他的情绪跟你的目标挂钩了，但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情绪是表现形式，是为了达成他的目的的工具。就他的情绪啊，只是为了达成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达成你的目的，明白了吗？就这个里头，它有一个信息差，他的情绪跟语言一定是围绕着他的目的服务的，对不对？而你的目的是你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他的目的。你的目的是我想让他给我买房，他的目的难道会是给你买房吗？肯定不会呀。他的目的会是什么？他的目的是我怎么能够在最低成本的形式下完成最大程度的控制，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点跟你们讲透，你们就明白了。你们的问题是出在哪儿了，对吧？你们一定要明白，每个人的语言跟他的行为跟他的情绪的表现形式都是跟他自己的目的挂钩的。尤其是你们接触的是这些所谓的成功人士，对吧？什么大佬啊，大苹果，对不对？如果他不是一个能够把他的语言、动作、情绪表现形式跟他的目标强挂钩的人，他今天就做不到这样的社会层级，知道了吗？他能做到这样的社会层级，他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你要在这个里面想明白这件事儿。所以他的情绪啊，不干扰你的目的，懂不懂？他的情绪跟你的目的之间其实不发生关联。你们被情绪一施压，好，做了动作，这个动作最后达到的是谁的目的？你被他的情绪施压反弹出来的，用他的情绪推导出的动作，达到的是谁的目的？达到的是谁的目的？如果你用他的情绪推导出了你的动作，那么你的动作是不是达到了他的目的？对不对？是这么一个逻辑，明白了吗？所以永远不能被对方的情绪带节奏，他的点是在这儿。他的情绪是不可能挂钩你的目的的，他的情绪只挂钩他的目的。你们被他的情绪一推动节奏，马上就挂钩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低成本控制，对吧？低成本掌控，低成本持有，这个就是他的目的。而你的目的呢，跟他是相反的。你的目的跟他是相反的呀，对吧？你的目的是我想让他付出，哎，我想结婚，我想怎么着？你有你的想法。往往我们的目的跟对方的目的啊，其实他是不在一个方向上的，对吧？所以他不在一个方向上。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冷静的思考我的目的是什么，对吧？然后再来做你的动作，然后再来说我的话。那么你做出来的动作、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情绪表达，是不是就挂钩了你的目的？
什么叫博弈？这个就叫博弈，这个就叫博弈，对吧？谁能够屏蔽对方情绪、语言、动作的干扰，还能够围绕着自己的目的去打牌，这个就是博弈。谁能够最大程度的屏蔽别人给出来的干扰信号，还能够维持自己的主线，维持自己的核心，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就是博弈，是不是？所有的博弈博不赢别人的人，他就是在这个点上不停的跟着别人跑，不停的跟着别人跑，别人一情绪施压，他马上就害怕，别人一情绪施压，马上动作变心，对吧？马上把自己的目的搞丢了，马上把自己的目的就想了，哎呀，达不成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好不好？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把这个东西说得很清晰了，对不对？你们就能明白了，是吧？所以你们有的时候被别人的情绪一施压之后，你们产生的是什么感觉？你们产生的是恐惧感，对吧？你的恐惧一产生，感性就战胜理性，感性战胜理性，你做出来的动作必然跟你的目标不挂钩了。所有的跟目标挂钩的动作一定是理性推动的，明白吗？任何时候首先要冷静，对吧？淡定，冷静，淡定，平静下来，想一想我要啥，我要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啥，他的目的是什么，对吧？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个知识点，我们一定要所有的东西啊，要能正着用，还能反着用，知道吗？能正着用，能反着用。我可以，对吧？用我的语言、我的情绪、我的动作去达到我的目的，对不对？但是呢，我在达到我的目的的过程当中，我还不能让对方起戒备，对吧？我是不是不能让对方起戒备？对方的警戒心一旦上来了，我是不是还是达不成目的？对吧？还是一样的嘛。所以我们是一边做着围绕自己的目标的动作、语言、情绪，同时又降低对方戒备。怎么做？它这个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叫做假性迎合对方需求。我们在金贵的关系里面就是给大家讲过这个点，对吧？假性迎合对方需求，我先假模假样的，跟你讲，我愿意这，我愿意那，我愿意那。所以为什么我老是跟你们说啊？我说是说，做是做嘛，对吧？为什么我说我该播，我该干嘛，我该社交，但是呢，我挑头我就是哄你，为什么？我这个时候释放的是烟雾弹呐，我是在迷惑你呀，我是让你以为我跟你的目标方向是一致的。我只有在迷惑了你，让你以为我愿意跟你达成相同目的，这个时候你才会降低戒备，是吧？你降低了戒备，那么我再表达围绕我自己的目标所展现的那些语言、情绪、动作的时候，我才能达到我的目的。所以你们有的时候啊，我要跟一个男的分，我想找他拿米，但他不跟我分，然后呢？然后你的动作是什么？你的动作就是我要跟你分，你给我给米。那男的跟你谈不？那男的跟不跟你聊？他肯定不跟你聊啊，因为你要的这个结果他不想要啊，对吧？你是围绕自己的目标在说话，我要跟你分，我要拿分手米，你的表达完全是围绕你自己目标来的，但是这里面又少了一个环节啊，因为你引发对方的极高戒备了，而且你跟对方的目标明着背道而驰了，他为什么要给你米呀？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很多时候是什么？我不能跟你说我要跟你掰呀。如果你发现对方不想跟我掰，他不想跟我掰，我想跟他掰，我想跟他掰，我还想跟他拿米，那我这个时候我还能跟他说吗？我也要跟你掰，我跟你拿米，肯定不能啊。我是不是从行动上，从语言上好像表达的是我要跟你长相厮守啊，对不对？我先表达你想要的需求啊，我以跟你长相厮守为标准为目标，然后再跟你说一个你能在长相厮守这个基础上能接受的理由，我是不是才能拿到这个米？我拿了吗？我后面的动作他控制不了我，他是不是就控制不了我了？
对吧？它是这样的。所以什么叫做真正的目标导向？它里边有很多个思维层级，你必须要把每一个路径你要把它想明白。当然了，我说的这些东西可能很多人听了会觉得好难啊，因为它确实不是1天2天的事儿。但是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往这个方向上靠。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经验会告诉我啊，让自己的生命变得受控啊，会让你很满足，最终会让你觉得很幸福。所有的不幸福、不满足，其实都是来源于你永远达不成自己的目的。你每次都在宣泄情绪，对吧？然后呢，情绪导向、情绪推动，自己的情绪推动，别人的情绪推动，然后导致你跟自己想要的目标啊越来越远。你每一次都达不到目标，每一次在短暂的宣泄过后，你会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拿到，然后你又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失控感，对不对？每一次都失控，你就会怎么？你就会自我怀疑呀，因为你所有的动作、语言、情绪最终都没有拿到目标的时候，你会不会自我怀疑？你会不会觉得是自己能力有问题？你在长期的这样一个自我怀疑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会觉得你的生命变得非常迷茫？迷茫来自于哪里？就是不受控，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你要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咯，对吧？我要选择逐渐让我的生命变得受控，所以我从今天这1秒钟开始，我就要想着怎么以目标为导向去推导自己的动作、语言、行为，然后让我的生命逐渐走向受控。这个里边我会面对什么？我会面对我情绪的崩溃，对吧？这个里面我会让我憋着很难受啊，我想说的话不能说呀，我情绪推导，我情绪到这儿了，我这个话我还得咽下去，对不对？我明明想跟你掰，我还跟你说我要跟你好一辈子，你拉扯呀，你是不是矛盾？你自我矛盾，你会面临一段时间的自我矛盾，但是这个它是一个自我驯化的周期，所以我才跟大家说，情绪是肌肉嘛，所有的东西都是肌肉，对吧？你的情绪、你的意识、你的语言，所有的东西其实它就跟肌肉一样，它需要一个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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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去锻炼。你锻炼的时间足够长，你锻炼的事件足够多，然后你就会变成一个每一个地方都有肌肉的人。然后你是不是搞什么360度旋体，这可以旋着，那可以旋着，你想摆个什么姿势，你就可以定在那个姿势上不动，对吧？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对不对？我们今天网不好，但是我这一段非常精彩，回头剪出来了你们就能看到了，好不好？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约连麦啊，或者是想要了解我们的新书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柠檬很萌没连我。刚刚这一段会给你们剪出来的啊。这个人也没连我呀，温水里的那只青蛙也没连我呀。我们来等一下下一个连麦啊。其实我跟你们讲的所有的道理都是很多场合都适用的，并不是说情感关系，情感关系只是人际关系当中最小的一个维度。Hello， 你好。喂，你好，继续。哎，你说。终于连到你了。哎，我感觉就是能解救我这段时间太压抑了。嗯。我跟你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我跟我老公是恋爱7年，然后结婚5年。
这期间我一直就以为我们关系很好，然后任何人就是会怎么样，我老公都不会。直到今年7月份，我查他的手机，我发现他给他的那个女下属表白。然后我发现了之后呢，然后他就说，因为我老公，我看到你们的那个金哥的关系，他属于伯乐男。他就是比较喜欢欣赏有他就想看到另外一个自己。但是他自己知道他有家庭，对方外援也有家庭，有2个女儿，我跟我男宝宝。然后他知道不能再，他就说给他时间，他慢慢淡忘掉这一段关系。期间我们也一直有拉扯，后来他就是每天都准时回家呀，都在忙工作呀，然后一直把钱全部都给我管了，我就相信他了。后来他就把他的手机密码改掉了，就是说你完全相信我的世界只有家庭，我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然后过了几天吧，然后我就自己去猜他的密码，被我猜到了。你也是够了解他的。然后猜到了之后，我又过了2天，我趁他中途睡觉的时候看到他这个微信聊天记录，他都是聊完就删掉的，然后发现他们在一起了。是10月7号在一起的。你说快点好吗？然后就是在一起了之后，我就问他怎么处理，他就说给时间断干净。现在我们就属于这种拉扯期，他每天还是很早就回来，然后他也当着我的面给他说我们不可能在一起，分手。然后他也给我看那个外援的抖音，取消他了，他们平时只是正常的工作相处。但是我自己很压抑，很困惑，每天都想要去查他的手机，他又非常反感这个行为。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改得掉，他让我相信他。然后呢？说完没？说完了。我不知道下一步我该怎么做，怎么维持这种关系。你自己的情况你跟我说一下，你有工作吗？你是家庭主妇吗？然后他给你生活费吗？你有收入吗？你有存款吗？方方面面说一下。我自己是31岁，然后硕士，然后做外贸，1年15个 W， 然后我不是家庭主妇，一直在工作。现在刚刚在休产假，生完2宝2个月。然后他这边每个月给你生活费吗？他挣多少呀？他只要挣的钱都会给我。最近的话，一个月给了我5个 W 和7个 W。就是他只要有的他会给我，除了他自己的花销之外，他都会给我。OK。那总的来讲的话，你们那个家庭资产呢？家庭资产的话是都在我这边，就是我老公他自己这么多年了，他就是一直属于自己奋斗的，今年才刚刚有一点起色。他现在年收入大概在多少呀？年收入？哎，我听不见了。50个到100个之间。50到100是吗？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到现在多长时间没有10点半？从今年3月份开始就没有。今年3月份到现在也有差不多半年多了，是吧？对，他就是现在他不碰我。他 OK。我们分房睡。首先是这样的啊，我说过了的，男人2个口袋，我们从物理层面上首先要卡死把控，2个口袋卡死把控，然后你才能谈所谓的他在外面的这个东西啊，断不断得掉啊，怎么样？要不然的话呢，它只是一个频次问题，付不付费的问题，付费多付费少的问题，没有与没有的问题，明白吗？2个口袋不卡死。你去让所谓的什么我能相信他吗？这个世界上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你只能相信你自己。你呢，刚刚
啊，你现在呢什么休产假，我建议你呢先好好休息，身体休养好呢，你也可以调整一下10点半啊，我们在杭州也欢迎你，你可以调整一下，然后把2个口袋全给我管控起来，知道吗？有效的管控起来，再看他会怎么做。否则这件事没达成，不要相信人性。因为这个男的还是不错的，他不错的点是在于，他其实主心来讲的话呢，他没有一个说真的想要走的这个意思，或者他要跟别人怎么样，其实他没有，因为米就是选项，米就是用脚投票了，懂吗？他的米，他的资产都给到你了，其实他在用脚投票，他用脚投票投的是家庭这边，但是呢，他也对抗不了作为男人的天性，明白吗？所以说，首先是从人性的弱点层面，你先把你能管控的管控住，然后后面再看他的动作会不会有变化。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动作，如果你想捍卫家庭，首先把我们自己动作全部做对，我自己动作全部做对了，然后我再去对战外面的。那我自己现在不知道怎么做，要不要去查他的手机，还是不管他跟不要查手机？我已经告诉你了，了。第一件事是什么？先好好休息，不要想这些事儿，然后把自己的10点半先给他弄明白啊，身体上面先弄明白，因为你生过2个了，我跟你讲啊，该休整的还是得休整，懂吗？这男的现在收入慢慢起来了嘛，对不对？未来还有可能会更高哦，你要懂。未来可能会更高哦，他面临的诱惑会更多哦。你首先要让你自己起码没有明显的特别短的短板吧，对吧？心理接受层面其实是下一步的，明白吗？首先从物理层面上，我能不能做到？我问题不大。那我接下来就好好休息，不管他跟外面的人怎么发展。对，现在先不要管这些，他现在的态度是很清晰的。他跟外面呢，你让他完全不去聊这个骚，他也不太现实，懂吗？你把你自己搞明白了，然后你就把他的上下2个口袋全部卡死一管控，再看他怎么搞。感觉好像跟外面的人守身如玉一样。因为因为他是单偶男啊，懂吗？他是单偶男，我在金贵的关系里讲过单偶男的概念的，是不是？单偶男是什么？他的身体是跟着他的感情走的，他一段时间他的感情跟身体都只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明白吗？这个就是单偶男。那他都不碰我，没办法去10点半。不是的，不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在直播间深聊啊，你回头可以去问一下我们的客服，好不好？不是这样的啊，不是你理解的这样的啊。他的自主意识没有那么重要，懂吗？那现在就是他现在就是要把手机密码改掉，完全不让我看。不看呀，你干嘛自讨没趣呢？明摆着有事儿，有什么好看的呢？那因为他现在特别怕，就是什么？外援他也有2个女儿，他们不可能走到一起嘛。所以呢，我可不可以就是撒气，然后回自己家，让他冷静一段时间，相当于惩罚他一下？他现在挺冷静的呀，他哪不冷静了？你回娘家是惩罚他吗？你确定？不是惩罚你自个儿？你确定？那他小孩没人照看什么的，对他的工作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动作就是情绪推动，你这个动作就是典型情绪推动。他本来他的心跟身体现在在往外跑，然后你还要再后撤，你通过后撤来是吧挽救一个已经要往外跑的人，怎么挽救啊？反向操作，这属于是。就是，
那我待在这里于事无补，只能每天自己内耗，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回去可以回去，但是你不要以为你回去是为了让他回来，好不好？这两件事不搭嘎啊！你要回去休息可以回去休息，你别以为你回去休息能惩罚谁，听得懂吗？听得懂。好吧，你实在想不通，下去1v1啊。我就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除了就是做好自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没告诉你怎么做吗？我已经告诉你3个步骤了。哎，我的妈呀！就是你们只会活在自己情绪里，压根也不听别人说什么，就是压根不听人家说什么，是不是？就我跟你说的话，你一句都听不进去。你想干什么呢？你到底？你想干什么？吵架、翻手机，是吧？砸电视机，你要干啥呢？事儿啊，它再复杂，也要冷静下来，一步步解决，知道吗？也要捋个毛线球，那个毛线球揪成一坨了，也要捋根线头出来，一步步解决。我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自己修缮自己的10点半，把身体调到最佳状态。先把身体调到最佳状态，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管控他2个口袋，1个星期3回，少于3回不准出门。第二步，第3步还戒不了，我去找那女的，听懂了吗？这样听懂了吗？说人话了，好吧？这自己难，真的是。我他妈说话吧，把我累死，是不是？我每天觉得我已经是够大白话的了，还不行，还不够白，因为我没有按你想的说，对吧？我没有按你们想的说。我要不按你们想的说呀，你们能把我折磨死，知道吧？非得按你想的说呗。我教你一招破解他的手机密码，你是不是让我教你这个啊？还是我教你去调他的开房记录？你要我教你啥？你们怎么就觉得这个10点半非得男的主动呢？啊，非得他主动，非得他说了算，他哪位？我怎么着呢？我有需求，我有想法，现在我有功能，我有段位，我是不是第一步讲了？我说你先把你自个儿啊身体盘明白，对不对？生了2个娃啦，你也刚休完产假，这个东西我跟你讲，你是要调整的。你们以为人家现在在外面尝鲜了，尝鲜了他就有对比了，明白吗？你起码在下一轮的对比当中，在硬实力上不能失败，对不对？在下一轮的对比当中啊，在这个硬件板块上，首先咱不能拉垮，懂吗？你说你下一轮一对比，他妈硬件板块一拉垮，你怎么搞？你光拉新，那光讲精神领域，你光跟我讲精神领域，天天就是跟我聊精神领域，聊自觉，是吧？聊信任，聊自觉，聊责任感，聊道德感。我从来不跟你们聊这些东西，我聊的就是方式、方法、策略、手段。你们天天想那些东西，我都想不明白的，我听不懂。哎，把那个再给我点一杯，这不够喝呀！哎，大家没有关注的，我要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想了解我们的新书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男的怎么能不劈叉？功能障碍，我跟你们讲，蛮多功能障碍他也劈，真的。你们不记得原来有个连麦的那个女生，她当初看中那个男的，你知道看中他啥了？她就看中他功能障碍。我当时就觉得他这样的话，这个男的不就可以乖了吗？对不对？那我不就好拿捏了吗？他是这么想的，结果没想到那个男的劈叉劈得飞起。没想到每个女的都是跟你们这么想的，每个女的都跟你们想的一样，这男的都不咋地，都不行，那只有我要，别人都不得要。
结果呢，没想到吧，他妈天底下千千万万的女的还要这货，我也是看不懂啊。但是咋办呢？这个市场就是非常莫名其妙，对不对？总有一些人他喜欢不走寻常路，对吧？反其道而行之，结果没想到大家都这么想，每个人都反其道而行之。我就觉得吧，我们尽量还是正道，正着想问题，正着想问题，对吧？吃到嘴里的才算数，拿到手里的才作数，对不对？我主打讲的就是叫隔夜的金不如到手的铜，对吧？就算他劈叉了，起码我该有的好处我得到了他，对不对？找个10点半好的，他把我服务明白了呀，我爽到了呀，对吧？他再要劈叉，那咋办呢？人家能力大，是不是？啊，那能者多得，能者多劳，那我有什么办法？但总而言之，我起码得到好了吧？我不能说我又抑郁了，哎呀，我难受，我压抑，我痛苦，我就是为了换得你的那点纯洁，结果他还不纯洁。你说你们是屁也没有，啥也没有，你总得搞点啥，对不对？总有些女的喜欢找那个又矮又丑又穷啊，还不咋地的，还不行的，她就觉得这男的看着乖巧。你们到底是找老公啊，还找个吉祥物？找个吉祥物放家里想是吧？结果呢，主打就是啥也没有，哎，还玩的挺花，是吧？啥也没有还玩的挺花，能不能对自己好一点？真的，我觉得女性的这个对自己好一点呢，它其实就在于什么？敢于去拿真正的好处，敢于去享受，对不对？然后我享受了，我愿意承担后面的失去，这个很重要。我任何东西我拿得起放得下，这个就叫对自己好，对不对？好吃的我也敢吃，对不对？有一天吃不着了，哎，那我吃点简单的也行，对吧？是不是？哎，这功夫好，我用个我开心，哎，哪天用不着了我也 OK， 起码我尝试过，对吧？不白走一遭，哎，这种心态就对了。干嘛把自己活得那么苦哈哈的呢？每天就指望那个真善美。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约连麦啊，或者是要了解我们的新书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Hello， 你好。谢谢，我也连上了。哎，你说。是这样子的，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吧。我在那个3、4线城市做那个实体的建材行业，然后我年入大概在40左右，平均因为这2年的行情有所下降，现在也就大概在40左右。我现在目前遇到一个情况，比较棘手。我是在上半年的时候通过朋友的一个局认识的，他是属于2代，家里做房产的。然后呢，那个时候见面了以后，就给我的感觉，给他加了光环，觉得他是美国留学回来，有学识，有涵养。然后项目我已经在做的过程中，已经拿下了，正在做。然后呢，没有结束，我就主动的去撩了他，然后就跟他发生了。然后呢，他这个过程中一直就是不主动不拒绝，一直都是我在提供情绪价值。那么在过程中后来我复盘了一下，我发现是这样子的，他是在我给他供材料的过程中，他对我给他的情绪价值非常积极的回应。那么到了付款的节点的时候，他就有意的去疏远了我，然后就一直的，本来到5月份应该给到我25W 的项目的那个米，一直公司他们可能因为也是内部没有多少米，资金有问题，然后呢就没有给到我。到现在8、9月份了，然后一直我去找到他们公司，他也是说，
因为那个方面他们的米没有到位，所以说给不到我，没办法给到我，等他们到位了就会给到我。然后这个男的他是这个男嘉宾，他是家在广州那边，然后呢他就跟我长期就是他一回去他就跟我还回去了，然后我也不联系他，目前这个关系就僵在这儿，我不知道接下来我应该去还是像以前那样去继续给他提供情绪价值，还是就不要联系他直接去找公司呢？不联系他直接找公司，他在公司吗？你要找到他人呢。就是我跟他私下的这个关系还要继续吗？继续个毛线呐！你不要米呀！我就跟你们讲了吧，在职业关系里头，千万不要轻易的跟男的搞男女关系。是的，这个我怪我自己当时上了头。在职业关系里搞男女关系的时候，女人的想法全是我只要有了这条关系，我又可以多挣点。男的的想法全是我有了这个关系，我就可以少给点。你们两个人完全在两个维度上思考问题。这软的要不来就硬的要啊，他不给的话，你就让他开不了门。这就是要款，就是这么个要法，没有别的要法。只能这样吗？对啊，那肯定啊。你哄到猴年马月去啊？你们的工程款什么东西都有那个合同这些东西吗？有。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强硬一下，你要实在扛不住的话，就走流程就完了啊。还是对他这方面，我私下我就不要再去联系他了。联系只为了要米，听得懂吗？联系就是直接要米，情绪价值，直接跟他讲，目前项目款到哪儿了，要钱，你们款项承诺一次又一次没有到位，只说工作上的事情。对呀，当然了，米都搞不着，你还把自己情绪搭进去了，你说你亏不亏？明白了。能找到他家吗？去他家找他。找不到家，他在因为是异地，他属于在我们这边是属于在老家做的一个房产，他自己的家是在广州那边，但是他老家这边家能找到，能找到哪就找到哪。总而言之，就是上门就是要米，没有第二件事儿啊。那我跟他这个事情，如果说我要是跟他撕破脸去上门去找他要的话，我们这个事情会不会就直接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俩之间的这种私下的事情，怎么样呢？就公开了吗？公开啥呀？你不会不承认的？怎么着呢？他还巴不得让天下人知道他跟你啥关系？他会愿意让别人都知道他跟你啥关系吗？我不愿意知道。那不就结了吗？哼，好吧。好，我知道了。好，拜拜。好的，谢谢旭旭。你说我要把这个事儿跟你们强调多少遍？要不怎么说你们真的我的直播啊，一场都别落，好不好？真的，一场别落，连听1年。我的建议，好吧，就是我们这个服用守则啊，就是一场别落，连听1年，好吧？我也不要求你们都要听2年3年，一场不落，连听1年呐，所有的坑都给你们闭完，你再也没有一个你没见过的坑了，懂不懂？没有你没见过的坑，他们变来变去就这些鬼坑，我说了1万遍，我每一场都要说，我一次记不住，你多听个几次，你总能记住，是不是？在事业关系里头，千万不要轻易的搞男女关系。当你用雄竞赛道去拿结果的时候，不要轻而易举的又去搞雌竞。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动机跟那个男的动机完全是相反动机，对吧？我跟他怎么着了，他是不是就会多给我点工程？他是不是就多给我结点款？我跟他怎么着了？他是不是就给我提拔？是吧？他给我给股份，未来他挣的都是我的，
这是你们想的，女的全是这一套思维打法。这是你在跟那个男的要发生什么之前，你的脑子里的独白。男的脑子里的独白是：我只要多能搞一个女的上手，我又能少付一分工程款，对不对？我又找了个给我垫背的，对吧？你看，我又找了个免费员工，还能给我死心塌地给我干活，还忠诚的不行，成本又低，对吧？我还可以利用情感给他杀价。这是女的跟男的脑子里完全对于这件事是两套逻辑，哼，不是全部。我告诉你们，你千万别说不是全部，你不要以为你是那个幸运儿。我最怕的就是你们这种傻叉认知，这属于是我跟你们讲的叫大概率，叫规律。你们净拿一些幸运儿来挑战我，是吧？就巴不得自己就是那个幸运儿，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幸运儿，每一个女的都是这么想的。她对于别的女的是这样，但是可能对我不一样呢，对吧？也许我遇到的这个男人跟别的男人不一样呢。女人的可悲啊，就是从认为眼前的这个男人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一刻开始的。这就是女人的最大的可悲之处。我建议大家把每一个男人都当做同一个物种来看待，你们的人生会轻松很多，对不对？把所有的男人都看作是一样的东西，一样的物种，就你对任何人都是没有滤镜的，所有的男人他都有一样的弱点，你就这么思考问题就可以了。也不要把你想成幸运儿，也不要把这个男的想成特殊的那一个，你们就不会踩坑，不会上当受骗。把自己的发心，把自己的框架稳定的焊得死死的，动作上的小偏差呀是可以被挽救的。你们那个心态一旦歪了，你这后面就稀烂，就一个动作做不对，一个人选不明白，对不对？当你认为这个世界上有奇迹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要去寻求奇迹？这个，当你的发心已经建立在了世界上总有奇迹吧，世界上总有纯爱吧，你的动作是不是全部叫寻求奇迹，寻求纯爱？寻求不到怎么办？受伤害的是你还是我呀？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想要了解我的新书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找个架子固定。Hello， 哎，你好，听到吗？听得到。你说。Hello， 终于连上了。哎，你说。谢谢曲曲。我觉得如果我10年前认识了你，我现在的命运应该是非常的不同。我就是那个你说的，一直梦想着找那个唯一，然后追求真善美的那一位。哎，你不要退出哦！你不要退出哦！你不要退出！在念稿念。你不能退出，你一退出我就听不到喽。现在呢？好，你接着说。我的基本盘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今年是35岁，然后稍等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办法，我可以看。那你只能换个手机再来连了，啊，我稍等一下，我用一下我的稍等一下，马上。我回答你们留言板上的问题，说我相不相信爱情？我非常相信爱情。但是我相信爱情是基于我对人性的弱点的认知，
我从来都不自我欺骗。我对所有的东西的相信都是基于我对于人性本身的认知去相信的。好的，曲曲，我好了。好，你说。我的问题啊，首先我自己的我的问题是我该走雌竞还是雄竞？第二个问题是我的条件走正常的婚恋能够匹配到什么价值的男生？第三个是我该怎么样才能遇到这类男生？第四个问题是对于长期发展的话，去新一线城市发展，还是去到那个我待过10年左右的南方城市的超一线城市？那么我的基本情况就是我是自己父母的认知非常的低，一路自己走的比较辛苦的那种。我的问题就是想要咨询婚恋跟我的职场的发展定位的问题。我的基本盘是我是35岁，收入大概在30个 W 左右，海外研究生毕业，这是第2学历，单身未婚未育，个人的资产是在南方2线城市，一套房大概300个 W， 存款有100个 W 在投资，颜值大概是7分，属于那种比较有气质，然后比较有亲切感，走在路上会经常有人搭讪的那种。因为最早是父母从农村出生来到2线城市打拼，自己毕业之后也在这儿。那父母呢，就是也是做生意，大概资产在300到400个 W。他们的那种认知是把自己大甩卖的那种，希望赶紧嫁人什么之类，但是自己一直在跟他们做对抗。所以当曲曲分享到，就是远离自己的父母，而且把自己的认知跟自己的父母的认知分开，我特别的有感触。我大概这几年的婚恋跟我的工作的经历，就是在工作中呢，因为自己可能地位不佳，能力不佳，然后并没有获得最好的收入，然后总是在逃避那个社会压力跟那个婚姻的压力，然后在前10年呢总是去旅游啊，去逃避这些问题，然后就错过了投资自己和寻找婚恋对象的机会。那在那个婚恋发展方面，因为自己认知不够，遇到很多坑，一言难尽。中间遇到过皇帝男，拉扯过2年左右，大概付出150个米，失败和抑郁告终。后面意识到自己认知的不足和能力的不足，就去补学历，然后去到西方的超一线城市读研，然后毕业在那儿工作，但是因为工作不合适，还有成本高等原因，刚刚回国。所以这几年回顾一下，自己没有拿到什么大的结果，然后回到国内之后，发现自己的能力，发现自己的资源也断层，然后重新开始非常的难，然后在寻找自己的定位中，那么自己分析就是自己有那么一点点，有一些躺平的基因，然后能力不足，或者是对于雌性竞争有那么一点点太刚了，所以没有办法去很柔的去示弱、撒娇等等。所以现在希望自己，我将来的目标吧，大概是想做一些自己的生意，然后无论是合伙还是自营，就希望自己比较能够自由一点，不是去上班朝9晚5的一个状态，然后也渴望一份亲密关系。所以希望曲曲在这2个方面，还有结合我的情况，给我一些意见，谢谢。你为什么要回国呀？回国是因为在国外很难呀，特别难，什么都要靠自己。那你回国了就不难了，就不靠自己了吗？那回国至少在很多方面都是很有利的呀，你生活起来会更加的便利，然后也有朋友。在国外太难了，光适应都很难。当然我是我同学中适应比较快的，然后社交能力比较强的，但是依然非常的难。不是，是这样的啊，你渴望亲密关系，你35岁对不对？然后你在国外，本来啊，国外相对来说他肯定对年龄会更宽容，但是回国的话，你是在超一线吗？我现在新一线。在新一线，
回国的择偶本身它就是在好的城市来讲的话，它的择偶的困境其实还蛮大的。就你总得搞一头嘛，你总得从有一头你能快速的拿一点结果吧。我是不太会想回去的，我觉得那如果是太抑郁了那边。你现在有收入吗？我现在投资会有一点点小收入来 cover 我的生活。多少？大概1万多吧，每个月。你在新一线，你有包装吗？自己？没有，我现在刚回来没多久，然后有点迷茫，所以就赶紧找蛐蛐来。你现在有社交吗？不是特别多。那么就先社交吧。如果说你已经坚定的说要留在国内了，那么我建议你先多出去，比如说在国内呀，找找圈子啊，上上课呀，找一找感觉。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啊，是跟人在沟通碰撞的过程当中找到出路的。因为你自己的专业，你自己的能力，肯定要在一个点上面去发挥。但这个点在哪儿？可能需要你自己去多跟别人多面的去沟通一下。也不能急，因为你也说得很清楚了，你压根就不想朝9晚5，对不对？对。你只想自己做点小生意，对吗？对。生意的本质呢很简单，生意的本质本来就是一个交易嘛。它只需要，可能你一开始要求也不用特别高，只需要赚到能够让你的生活品质稍微高一点点水准的米就可以了。那我觉得这个也不需要怎么投入，但是你必须要找到一个点去切。方向我是有了的，方向我已经有了的。对。什么方向？但是我是觉得吧，方向就是大概的事业方向，然后我想从大的方向以你的经验来给我一些所谓的给我一些判断和指引。比如说新一线城市，我自己之前在新一线城市，这不是在那个超一线城市待了一些时间，然后我现在在新一线城市，所有的资源跟人脉都是断层的。我有时候会在想，我来到这儿重新开始是对的吗？你对不对？你又不愿意回去，你还问什么呢？我们前面就一直在问你啊，对不对？为什么要回来？但是你已经很斩钉截铁的告诉我，我是不愿意回去的。那么你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呀，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我是说回到我的南方的超一线城市，还在我在这个新的新一线城市2个城市之间，因为那个南方的省份我待过很长一段时间。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来这个新一线呢？因为这里的节奏慢了，节奏更慢一些。你想躺平嘛，对不对？有那么点儿吧，但是不够，还没有那个足够的仰卧起坐，你这是仰卧起坐啊，知道吧？仰卧起坐，你是做的这个动作。那你又什么？又要创业，又要搞婚恋啊，然后又不想很努力，这几个点呐，很难同时达成。我觉得你还是要有一个点呐，还是要使点劲儿。如果我遇到了，我还是蛮拼事业的，但是前面一直在拼，因为能力不足，这样子在国外的时候也拼过，没有太多的结果。但是你现在走婚恋很不现实的，小姐啊，我跟你讲，一线城市的婚恋的这个圈子很卷，绝对大于卷事业。那我就走雄竞好了。对的，我建议你借了一条线，你走一条线，猛走，还有点机会，有点希望。否则你找婚恋对象，你就得把要求降的挺低的。我说实话，我去过对碰平台，然后那些男生，就是跟我见面的，我没有我是那个工作人员，他问我对你的打分，我说我就6分吧，他说你有7分。不用谈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国内的男生我们太知道了，你不是7的6的问题，知道吧？是年龄问题。年龄没有光环，收入不高，这个在一线，如果你要走择偶，
你找的人呐就很太一般了。我觉得你会陷入到很深的自我怀疑的，知道吗？所以我还是建议你坚定不移的先走雄竞。所以尝试不尝试无所谓的，不要老退吧，好不好？从那儿退到这儿，再从这儿往那儿退，你往哪儿退啊？到底要先为自己的选择买单，好不好？好的，好，就这样啊。好的，拜拜。去。我每一场其实都会有遇到类似的女生，她们在自己的行为当中无形的在给自己找退路，就她每一次在冲的时候都在给自己留后手，每一次在冲的时候都在给自己留退路。其实这就是无形当中的在做一个什么？这仰卧起坐嘛，对不对？又想冲，又觉得累，又想搞事业，又怕找不到男人，是吧？又想脱离原来的这个生活圈子，又觉得哎呀，这个圈子好难，新圈子好难融入。其实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会把这个行动路径拉得很长，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真的不是退缩能解决问题的，退缩呀、回避呀，其实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是要在一个点上先拿到一定结果，哪怕啊，我跟你讲，走婚恋很简单，是这样的，你能够把方方面面的条件都降低，然后你现在跟自己说，我只有一个要求，比如说我要户口，我打个比方啊，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为什么？我能达到任意一个点位，是不是起码来讲能把我往上拉一个小台阶啊？对吧？好，我这一个要求可以是什么？可以是财富水平，可以是户口，可以是学历。为什么可以是学历？因为有的人他自己没学历，他就想找一个学历高的，对吧？把自己的这个智商均衡一下。你可以是任意一个点，但是你在这一刻啊，你一定要告诉自己，我能不能为了这一个点，我放弃其他所有点？我放弃其他所有点，那么我就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抓到这一个点。我这一个点抓到了，比如说我为了户口，我找了一个家里蛮穷的男的，有没有可能？他可能就只有个户口，但是家里这家徒四壁，啥也没有，个子也不高，什么这个外貌看着蛮一般，但是呢，我就是为了拿户口，对吧？我是不是有可能做到的？我之所以说你们很多时候走不了，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都放弃不下，放弃不了。其实你还是想找一个什么也不是太老的呀，也样貌看得过去的呀，哎，收入也还比较高的呀，对吧？就是因为你要的很均衡啊，但是你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了。这种均衡的人，他早就已经不在这个单身市场里头了，或者说他还在单身市场里头的，他又要去找那个年轻的，明白了吗？就是这个概念。这个择偶市场，它有择偶市场的一套游戏规则，要不然呢，你就给自己树立一个简单的事业目标。我这个事业目标呢，就是一个月挣到5万，我也不用输太高。我比如说我现在35，我在我40岁之前，我觉得我要每个月挣到多少米能够让我自己过得比较舒服，5万、10万，多少我自己定个数，然后我就一门心思的用这个目标去倒推我现在要做什么，我就去拆分我这个5万，我这个10万怎么来，对吧？我总得有一头能达得成，要不然吧，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肯定是越增长越迷茫。随着你每一次在行进过程中又想躺平，行进过程中又想退缩，那么你就会让这个步子走得更慢，更拖沓。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
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想要我们的新书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你好，姐姐，能听得见吗？哎，可以，你说。首先我是金贵的学员，然后我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帮我指引一下方向。第一个就是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我是今年35岁，我的男朋友今年比我大14岁。我们俩是因为彼此出的围城。他在就是我们在一起大概在6年左右，然后给了我一套200多的一个房子，然后呢，我现在带球了，已经有2个月了，我现在不知道是要把它给加掉还是怎么着。然后另外就是他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结婚了，我有一个女孩，他说就是以现在的情况，他是想让我把这个球留下来，然后他会给我100的现米，然后他说他是这么跟我讲，他说如果说的太夸张，他说是在给我画饼，但是他可以保证的就是每年给我30个，就是作为基本生活，然后他也不会从我这儿再比如说让我交个什么的，他也不会再从我这个钱再要回去，他说这个是可以保障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跟他要不要进入围城内？你能进围城，你还考虑啥呀？你在纠结什么？是这样子哈，因为我跟他都是做这个建筑行业的，因为这个行业现在基本上在走下坡路。然后我之前我自己个人，因为我是算是体制内的，然后但是我虽然我是体制内，但是我个人呢之前也是有一些项目，一年也在30-50个左右，这个不太稳定。他呢好的时候一个项目就是几百个左右，就是收入啊。然后现在这个项目已经有将近快2年，我们都没有新的项目开始。但是手里边有一些其他的资产，就是可以稳定这个一年有几十个收入的这个标准。现在呢我们俩都面临着就是要转行，然后现在我们当地的这个硅产业就是比较火，然后我现在就是担心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要是进入这个硅产业的话，因为要重新开始建厂啊什么的，筹划有很多东西。我在想，我到底是安心的回家当个家庭主妇，带个球，还是跟他一起去创事业？所以我很犹豫这个问题。然后我就为什么你不能跟他进围城，然后也一起做事业呢？他有就是我从我的个人理解吧，或者从心理学上面来想，我觉得它有一点点类似于 NPD， 我就担心这个东西会有遗传。你们呐，真的不得精神分裂是见鬼了的，知道吧？真的，你们这个个都得得精神分裂的脑子，属于是。你要不然呐，你就别跟别人好，不耽误时间。哎，只做业务，只做生意，你跟别人谈恋爱去，对不对？你要不然你要跟这个人好，你就一竿子插到底，该怎么好怎么好，好就要拿到法律身份，这个就是最高级别。你们2个人的关系里拿到你的法律身份，这个就是你们俩关系的最高级别。你不要就是你们跟分裂症一样的，知道吗？又要跟他好着，把这个时间耗着，然后呢又不要什么这个法律意义上的身份，完了以后还要2个人绑着，这是干嘛呀？这是。那你这么说就给我方向了，那我就知道了，因为他一直在跟我要求，就是今年年底之前要去领这个结婚证，就是进。我跟你讲啊，他想跟你领证，你有什么条件你就提，对吧？100我提成200，能不能提？我想办法嘛，我能薅我多薅点嘛，对不对？我后面我跟你说的蛮清楚啊，我球一落地，我继续回去工作，我所有东西我跟你谈明白，后面要扯皮，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懂吗？但是你不要老是在这刚左边右边右边左边右边，这干嘛呢？在这儿，
对，我就是太摇摆不定了，所以我想你给我一个决心。他别人 NPD， 你们个个都人格分裂，这还 NPD 呢？学了几个词儿啊，真的是不得了。你说你都跟人家说人 NPD 了，你跟人考啥呀你？你怎么不早点跑呢？你自我解脱呀你！后来，我这不是后来才发现吗？你这好了蛮长时间啊，你这发现了半天啊，发现。哎，那我现在就是你看这样好不好？就是我把这个球要下来，然后呢，我就跟他今年年底之前把这个证给拿了，然后就跟他谈条件，让他，但是他是这么给我承诺的，他说1年最少给我30个，就是以后赚多少都会交给我管，意思就是把这个经济大权交给我，是这个，他是这个态度。哎，以后的事儿现在谁说得准？你现在是隔夜的金不如到手的葱。先把到手的搞大，后面的再说。哎呦，哎，好嘞，那谢谢你，我知道了。还有，我就想表白一下，我跟你说，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崇拜过任何什么女明星啊什么的，我觉得你在我心里面都快成神了。别封神，我现在害怕，真的。真的，我真的觉得你是我真的心目中的偶像，虽然我没有办法到达你这个目标。把这个供在你们家的最显眼处，每天提醒自己不要恋爱脑。好吧，是的，好嘞，好，就这样啊。那谢谢你，曲好，拜拜。好，再见。哎，以前啊，你们说我什么这那，我觉得挺开心。夸吧！现在呀，大家夸我都得跟你们说收着点，不是别的，主要是啊，被他们那些莫名其妙人一抓着，又说你看你们在这啊，什么什么崇拜这个什么什么不正，这那不正。哎，算了，咱们就是还是主打就是个接地气，还在卖盗版，这玩意儿才39.8米。你还卖毛的盗版，你懂不懂怎么做生意啊？要不要我来给你们上个课？真的是，我看你们这些做盗版生意的，我真是着急呀！啊，你说你们1年到头辛辛苦苦挣这么点散子儿，完了以后还要承担那么大的法律风险，你说你们何必？真是这么便宜的东西在底下卖盗版，你到底想干嘛呀？你有这点功夫去找个班上吧。他就是说。卖东西也不想一想自己投入时间的这个投入产出比的问题，哎，服了。大家没有关注的吧，我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如果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没有看到我开播，一定是因为这个号被封了啊！我一定在播，大家就努力找，好不好？怕走丢我的直播间的宝宝们啊！或者是想要了解我们金贵关系，想要进我们金贵的社群，想要1v1，或者是想要这本书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哎，来，下一个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听到我了吗？声音大一点。这边声音大一点吧。不行，我听不清楚。你是戴耳麦了吗？还是什么？现在可以听清楚了吗？哎，你说。曲曲你好。我首先，能连接到你真的好感动啊，感觉就是太激动了。曲曲，我首先表达一下我对你的赞美吧。曲曲，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前几年就是特别复现大的一个老师叫张桂梅的，感动了，他被评为感动中国的一个人物，你也有听说过他吗？可以没听说过吗？我现在害怕，这个人我是该没听说过还是该听说过？我不知道。啊，你接着说。他是建了全国唯一一所那个免费女高的嘛？我知道了，我这个事儿我知道，这个人的脸我也知道，但是我名字我不知道。
对，就是他。然后呢，我觉得他对于女生的这一块的奉献，他就是在我们这边影响力非常大的一步，就是让很多很多的女生就是走出了我们这个山村。然后我觉得你对于女生那个智慧的影响，我觉得真的你们在我们心里也都是一样的。谢谢，真的很感谢，谢谢啊，谢谢。好，我继续努力啊。来，开始提问，我开始计时啊。好，因为我就是在张桂梅老师的这个山村，现在年纪呢已经到了36岁了，就是家里有两个宝宝，结成一个好字，然后家里边的一个基本情况的话，年收入大概是30到40这个样子，差不多是可以稳定的。然后我自己呢，我觉得比较能折腾，就是就是就是你能想象吗？就是36岁，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的孩子，36岁，我大宝已经初3了，所以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的，就是结婚结得早嘛。然后现在呢，我的情况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是想着，现在家里边基本情况是稳定的，但是我们这个我觉得还是占了趋势。我们这个收入是果园嘛，然后它有它自己的一个优势，但是我觉得最多能够持续个10年左右。所以我现在我的想法是，我想冲出来自己再重新搞事情。然后我们家里的宝宝的话是可以交给家里边的人的，可能他们会在情绪里边是有一些没那么能接受，但是我是想着，如果我们过了这10年的趋势，如果没有一个家庭可以稳定增长的东西的话，就可能会被沉下来，到时候可能就会家里边比较难。那么我现在我的想法就是，那我给你说说我的一个具体情况。我是在30岁的这年自己去自考了一个大专的文凭，然后还进入了这个课后辅导的行业。然后什么辅导？课后辅导。OK， 那你这属于什么 K12？对，然后刚开始你知道吗？摸入门，然后那个觉得，收入啊各方面都觉得，还觉得能够接受，可能当时就是在1万左右嘛，在小县城嘛，也觉得还行了。结果就因为政某策的原因嘛，然后现在就不能搞了。然后我现在我的想法就又出来，然后我都去过就是10点半的城市，去学了，但当时因为认知的原因没有找到比较自己觉得理想的一个机构，但我现在一直还是比较看好这个自媒体这一块。然后我这1年多的时间在家学了好多老师的课程都学了，但是我觉得一直在家学也不行。然后家里边现在稳定了，我的想法是我想冲出来，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把家里后方就丢给家里了，然后我想到这个10点半的城市去找一个，我的目标是年薪在100万左右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做。我想让你给我一个建议，我怎么去切入这个方式呢？因为从这里出去的话，的确可能我的起点太低了，就可以说，因为前几年家里边投入也比较大，如果我现在出去，相当于领取部家里边是除了后方我不用管，但是在物质啊其他方面是不能给我任何支持的这样子。你的感觉，你给人的感觉是那种就是特别平凡的家庭妇女的形象，还是给人的感觉会是那种有点有钱的那种女人的形象？就在小县城的话，我还是比较，就是我自己也比较穿衣各方面，就是在我们小圈子，我觉得还是很认可的。小县城，你现在就是在小县城是吗？对。我觉得你不能够想着一口吃成个胖子啊！我跟你说实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做10点半的链路嘛。那我们在做这个链路上面的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整个的规格给人家的感受就是比较高的，明白吗？就是这是我认知的这个行业啊，因为我们其实是比较颠覆了这个行业的。
我们其实是比较颠覆了这个行业的一个团队。他们从前可能相对来说会走一些比较稍微低一点的路线，但是其实我们是把它颠覆掉了的。然而这个我认为是趋势，但是如果你想进入到这个行业，进入到这个赛道，首先你的人设，你的整体的感觉得让别人愿意来相信你，能把那么多的米交给你。就是我和你说，可能我话说快了，我的表达不是很清楚。我是想说去到10点半的这个城市，然后我是想自媒体这一有没有办法切入？你就是说你不用说你的城市名字可以说的呀，你想到杭州是不是？对。我以为你说你想切10点半赛道呢，我说这赛道可不是谁都能切的。我说你怎么一上来搞这个高精尖？啊？对呀，我觉得我目前可能达不到这个嘛。你只是说想到杭州做自媒体是吧？对。我跟你讲，也是一样的。你首先啊，你要到一个大公司去学习，你要去学习，你要去给别人，就是说从比较平庸的收入开始干，比如说干运营啊或者干什么，你要把这套东西要把它摸会。要不然你是这样，年入100万啊，这个干自媒体年入100万的人还挺多的。但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台前的人，可能台后的很多人他也能达到这个收入量级。如果你能够有创造流量的能力，你能帮别人梳理变现，那么你就能拿到这个收入层级。但是你得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你得去一些大公司去磨出来，一些公司去磨出来。首先必须可能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工资不是那么理想的，是吧？对，你肯定，因为你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呐，你凭什么要那么高的工资呢？对不对？你如果想要去学习，想要切入到一个新的赛道，你当然前面要把你自己对于薪资的要求要降低呀。现在我就是想着以我现在这个年纪去进入公司，我感觉会不会在这方面有点难度？不会，因为不会，起码就我们公司来说啊，我们是最喜欢的就是生过孩子的女人。在我们公司所有拿大结果的都是生过孩子的女人。我不知道别人的公司是什么认知，但是在我的公司是这个认知体系。我觉得应该也会有跟我们的认知体系差不多的公司。只是我现在目前的情况，我知道进你们公司太遥远了吧？我们公司不是遥远，我们公司主打是人不多，不是进我们公司太遥远。我为什么跟你讲？因为人家公司人多的，他不就随时随地招嘛，对不对？那你好，你一投，你要求不高，他就容易招你啊，对吧？我们的问题是在于人确实不咋多，没有啥岗位空缺。如果能够近距离和曲相处一段时间，都觉得好荣幸的感觉你身边的人。我跟你说，我们现在就是最多的人数的就是社群管理员，但是这活儿离你要的那个标准，那可能是有点遥远了，那个路径是比较长了。如果说你那么垂直的想要我要干自媒体，我要干到年薪100万，我觉得最快切的肯定是跟运营相关的，或者是跟销售相关的。销售的话我是不那么怕的，因为我就是在销售这一块，就是原来我们进的那个公司还是比较大，我能够做到前3这样子，还是比较，就是不能做到第1，但是能够做到前3。那怎么有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去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公司呢？因为我去过一趟，就是因为那边没搞好。不是，你直接在网站上面找就完了呀。或者是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好多人都，刷短视频的时候，你看谁做的好，你就给人家发消息不就完了吗？就刷到了，然后直接给人发消息，然后就过去是吗？对呀，给人家发消息就是你有什么履历，你想从事什么工作，你看看有没有人收嘛。我在就是我现在因为一直关注这个嘛，然后我看到有几个公司，他们目前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交一个比较少的钱，然后他来培训什么主播，这个可以吗？不，你不是当主播的料，主播你当不了。是啊，主播你当不了，不是做台前的活。
我是让你学台后的活。哦，就直接走台后的活。对的，台后很多人都能挣到年薪100万，你以为？哎，如果能做台后的话，我觉得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就算你目前能够做台前，肯定最后也得转向台后。我觉得我还更趋向于台后的。对呀，就是做台后。你想什么主播，动什么主播的心思呢？好，好吧。那曲曲就是通过你做一遍，就是你的经历也比较多嘛，然后你看的东西也比较多，就是通过我和你交流，我觉得我还是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意见，怎么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自己的一个位置，把自己的长板打出来呢？我没给你意见，我刚刚给过了呀，没有什么空泛的意见给你，好不好？你直接去求职学习就完事儿，不用想那么多啊。直接求职学习干。对的。好的。好，拜拜。好的，谢谢曲曲啊。越空泛的意见越没有价值，就是要让你们做眼前的事儿，做手头的事儿，对不对？搞那么多空泛的，我的人生建议，妈呀，不要想那么多，先做眼前的事儿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要这本我的新书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来。你要从那小镇走出来，一步都还没走出来的，上来就想，我一上来我就要搞年薪100万，那个老板脑子里头有坑，是吧？老板的脑子里头都有坑，人家一上来给你给年薪100万。Hello， 你好。你说。我前段时间刚连过了，那时候你给我的建议就是说，我现在简单介绍一下我之前那个情况吧。我是24岁，然后男嘉宾是35岁，然后我们两个现在都在杭州，就是目前还是同居的状态，就是半年给我付出了10大几个 W， 然后我想让他给我买一辆 car 嘛，然后你上次给我的建议是说，如果没有就是需要陪伴的这种感情是得不到大回报的，所以我就跟他讲了，就是说搬出去住，然后也有在聊这个买 car 这个事情，他也带我去看了。其实这个车其实这个就是说车就说车，没事儿，说车不是啥违禁词。反正你去看了，然后他最后的决定就是让我自己出首付，然后他帮我还贷款，然后我不同意，后来他就说那就不买，然后现在就面临2种情况，就要不然就是他就跟我说了，你要是搬出去住就是分手，因为是因为他来杭州我才来杭州的，所以我不跟他一起住，那么他也就回去了，他就不在杭州了，他就说不能分开住就分手，然后因为我可能提的这2件事就在一起提了嘛，就让他觉得我不给你买，你就跟我分，后来就是有点占了药的意思了。现在就是已经连吵2天架了，就是这个事情一直僵持，解决不了。他的态度就很坚定，就是说不买，要不然你就出去，你就别跟我在一块儿了，你就自己去再找男嘉宾，你看看有没有人能跟我一样给你现在这个条件，就是每个月有个给我一个1万把块钱吧，反正不多，但是我确实也没有那么优质，只是说长了一张比较好看的脸。妈呀，咱去杭州111转一圈好不好？咱就是说啊，我知道，我有考虑过，就是说，因为我在杭州也有朋友嘛，我之前也是赚了过一些钱的，虽然不是很多，所以我不怕他这个威胁，但是我就是想要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说能不能维持，就是想达到我这个目的嘛。你啥目的呀？你人都选错了，你要目的？
那就说我就直接把这记住，我就跟他分手，就赶紧让他滚就完了呗，赶紧让他滚犊子。那我就直说吗？就因为我们俩。当然了，不用说，说都不用说，直接全网拉黑，有什么好说的？我需要告知他。行，那我就是就不再考虑他了，就把他 pass 了是吗？对呀，这不是废话吗，小姐？啊，你除了这张脸好看点，你还有啥？哎，没毛病，就我这张脸，出去绝对1个月不止换万把，好不好？哦，行，那我清楚了。那我就是说跟他分手，然后我就还在杭州待着，然后自己，反正我觉得也不可能会死吧，这肯定能，我觉得也不可能赚不到钱。哎，我的妈呀，让他死去吧，好吧？啊，行，那我就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就是反正这个整个问题都是围绕他转的。如果说他不要他了，那就没有别的问题了。再见。然后你的书也买了，很喜欢你，拜拜。好的，再见。你说这男讨不讨嫌？明知道人家已经是个漂亮女孩了，已经是个小美女了，还在说这种话，你当就是说人家走出去没有别人夸他吗？啊？就你一个人在这整个 P 某 A CPU， 你就给人 P 着了啊！是全天下的男人眼睛都瞎了，就你眼睛睁着。你这个评判标准能作数不？我真的是服了，这人太搞笑了，真的是。哎呦，怎么1个月给个万把块钱？哎呦！你们就不能好好找个班上吗？啊，既然1个月只赚万把，咱能不能就是找个班上啊？咱们随便找个班上，好不好？转正了以后差不多啊，年轻漂亮的姑娘转个正，基本上1个月万把块钱也问题不大，行吗？你也不用去111，好不好？咱们就去上个正经白班，上个正经白班，你这个收入肯定也能稳住。来到没有关注的宝宝，总要点关注。我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害怕跟曲曲的直播间走丢，以及想要这本我的新书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直接私我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完全是对杭州的市场一无所知啊！什么？这个改个名字再来没连我？下一个是谁？我打广告的时候很温柔，那肯定啊，那必须的呀。打广告的时候怎么能凶呢？啊，那不得给点情绪价值，要不然你们能听得进去不？是不是？我毕竟我这4个小时，我这广告啊得打20来遍，我4个小时广告打20来遍，我这声音要不温柔的话，你们不得生气不？我跟你说，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屈能伸，能进能退。你要是个猪头猪脑，我该骂你的时候吧，我一点都不带客气的。但是我要到打广告时间了，那我必须温柔体贴懂事可爱。Hello， 你好，你好，温水里的青蛙，温水里的青蛙。这个人没声音啊，这只有每天吃椰子鸡，没有什么改个名字再来，没有这个温水里的青蛙也不说话啊，这娃连了半天都不说话。你们知道吧？我这个人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很坦荡，你们觉不觉得？我很坦荡。我是一个充分面对自己的欲望的人，对吧？我该提供价值提供价值，我该正米正米，
我一件事不能少干，明白吗？我绝对不包装自己，我不用包装，是不是？我的理想，我的梦想也是很高远、很伟大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不能不挣，对不对？该挣你还得挣啊！要不然我的理想用什么支撑，对吧？没有资本，怎么支撑我的理想实现？这个没连上啊，他怎么回事？跑麦了，椰子鸡。Hello， 你好。Hello， 哎，你说，我这边噪音大不大？我在高铁上。有点儿。你说。Hello。你说。我想咨询一下，我要不要再回去上学了？我说一下我的基本盘吧。我是咱们1v1的学员，然后我基本盘是我今年25岁，存款大概不到200个，然后有一辆100万加的车，正在海外 QS 前20读硕士，然后我的家庭资产不怎么样。然后男嘉宾呢是29岁，年收入不到100个，家庭资产大概半个小目标。然后他家里人都很喜欢我，就是要赶紧跟我进围城。我的问题是我要不要就Hello， 跟他还要继续回去读书吗 ？Hello， 说话。Hello， 你把你的问题再提一遍。我的问题是我还要继续读书吗？还要继续出国读书吗？男嘉宾在国内。就是你是选回国跟他结婚，还是在海外继续读书？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他说愿意等我，就是愿意先跟我进围城，然后我再去读书。那你当然要读啊！你什么都不损失，你干嘛不读啊？但是就是我在想，会不会影响到我们2个人的关系？就是他肯定常年是在国内那种。你读书还要读多久啊？我读书还要，然后我要读1年多一点。1年多很久吗？小姐，不要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好吗？Hello， 你看，一骂他就没信号啊！一骂他就没信号啊 ！Hello， 我靠，能不能行啊？能不能行？你们是会逃避的啊！你们是会逃避问题的，主打就是个逃避，是不是？人呢？还连不连啦？对呀，这是今天最后一个麦。新书你就是光啊，要到我们的首页粉丝群。OK。进山洞了，是进山洞了不？一骂就断网，不行，我得给他，我不行，我没骂完，我没骂完容易抑郁，给我堵着了。你们可以不听完，我不能不骂完，你把他拉上来。卡住了啊！我刚刚说的话你听见了吗？你就说让我读，但是我这个进山洞了，然后其他的没听到。我说你不要给自己的懒惰、逃避找借口，明明就是自己懒得不想读，说什么怕关系不好，读个1年多怕什么关系不好？但是我爸妈他们现金流又没多少钱，所以呢？然后我就觉得我结完婚，我是不是不赚钱了，看不起我呀？那你连书都不读了，人家就能看得起你啦？又不赚钱又不读书啊？就是赶
紧去赚钱，人家是不是觉得我人还行啊？你应该让人家给你把后面的学费出了，我觉得这个路子对。行，行。看到我的表情了吗？你能看到屏幕上我的表情吗？很嫌弃啊。我的妈呀，原来是这样，就是他肯定也是，就是说啥都听我的，他说看我怎么想，然后我这个人就成绩也是那种半瓶子水，反正。所以呢，你的想法就是不想读了嘛？你的想法就是想回家嘛？那你问我干啥呢？你问我干啥？你别问了，想干嘛干嘛，行吗？那我还是读吧，行，我知道。啊，努力行不行啊？再坚持，再坚持，忍着点儿。行，因为被那洗脑了，我看那可牛的人都是上着不读了，赚钱去了。哎，你也知道人家是可牛的人，你是个哪门子可牛的人啊？啊，你哪门子可牛的人？你哪个路子来的？你们的选择性看问题很厉害啊，只看自己想看的那一面，是吧？哼。知道了，行，懂了。还有问题吗？那我要就是我要对他进行什么经济制裁吗？比如说制裁啥？人家做啥了？你要制裁人家？人家干啥了？你要制裁人家呀？你啊？我人不在旁边，要不要就逼他把所有收入上交？可以啊，只要他听话，这个当然很好。但是请你不要用制裁这个词，好不好？这个叫做爱的表达啊！哎，穿越万水千山来爱我，对不对？人不能陪我，钱陪我，你得有一个优雅的说辞，你别在那搞得跟他妈抢劫一样。我要制裁你，我代表月亮消灭你。不是，但是这个男嘉宾，这个男嘉宾他特别需要人陪，我怕没人陪他到时候有幺蛾子。大姐，你是我们1v1是不是啊？等于说1v1为什么不行还要来连我一下？1v1的老师已经不支持你不读书了，然后你又来连我是不是？没有，1v1老师没问，1v1老师问他啥都听我，没问了。啥都听你的，所以呢，你的想法就是说我得去陪他，是吧？毕业证也别要了啊，挣不挣得到米以后再说，是不是？那算了，我建议你不要从今天开始当一滩烂泥，好吧？啊，我建议你不要当烂泥啊。哦，行，好吧，啊，就这样，拜拜。行。1v1完了再来我这问题还需要问好几遍，这个问题还需要问他好几轮，那边问1个月问不出来，还要到我这来再问一遍。你说你是有多想躺平？你们这个躺平的心啊，昭然若揭，知道吧？他自己他要读书，他要读书，他要制裁别人。我真的很服你们这些姑娘。我跟你们讲啊，女性力量、女性成长、女性在社会上的这个地位啊，要真正提高。在座的各位，我们每个人匹夫有责，好不好？能不能做点贡献？好不好？该读书读书，该工作工作，该搞米搞米，行不行？不要动不动的就想往下溜啊！好不容易吧，大家现在女人有点东西了，然后就被你们这些拖后腿的给拽下去，能不能行？好不好？答应我 ，OK， 拉钩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我们1年365天都是这3个时间段，每周都是这3个时间段的直播。如果没有看到我，一定是因为这个号出问题了啊！我的号呢经常出问题，所以说大家短暂的没有找到我是正常的，但是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大本营，找到我们的圈圈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大家如果想要
这个书的也是一样，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大本营 ，OK， 好不好？想要1v1，想要学习金贵的关系，想要进金贵的社群，害怕错过直播啊，都是一样的 ，OK， 好吧？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啦，我要下播啦，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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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